经去掉了，哦，长短啊相形，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跟或许写的那个讲义啊，完全都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啦，所以各位回去有没有看啊？这个很老实啦，拢无看，都无用啊，对不对？因为很忙啊，各位忙不忙啊？辛苦是无讲很忙啊，可是心拢真忙。你看那个忙啊，怎么写？顶天立地的心啊，已经死掉了。忙，顶天立地的心啊，已经死掉了。忙，所以我们要维持身体很忙没有关系，心啊要很清闲，很清净。他就没有忙啊，没有忙心还在，不会死掉的。所以我们呢，或者说我们那个中国文字很有意思啊，对不对？像说昨天呢，这个有人在讲说我们有三魂七魄然后那个植物啊它也有生魂啊，那我们吃植物跟吃那个动物有什么不同？然后或者就讲说我们中国的造字啊很有意思，你看那个肉啊怎么写？一个阴阳门，对不对？然后那个肉的上面一个人是一半在上面啊，那个上面是阳，一半在下面，下面是阴，然后那个下面那个阴底下还有一个人，对不对？那个就是全部阴了，全部阴那个就是畜生道。那我们上面这个人啊，他半阴半阳，就是我们人道。那我们人吃肉吃久了以后啊，会顶落呀，会不会？那下面那个那个再缓缓的也升起来，我们跟他相对调，那顶落一倍起来，所以那个肉啊很有意思我们不要跟他结恶缘，吃他的肉呢，就要还他了。我们这个养那个畜生啊，起给这个养大要抓来杀的时候啊，有没有拿去称一称啊？它有多重？有没有？我们自己养的啊，为什么要称呢？还不是要卖啊？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是要了解说我给你讲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的时候不要讨过头了所以叫戒吃啦，就加，改就来加啦爱还啊别要还我们将心比心啦他做的不好，为非作歹，才会转成畜生道那我们把它杀了来吃。我们杀他的时候，他就一直你搞我记你搞我记你搞我抬就是这样子啊，就冤冤相报。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不吃了以后，不跟他结恶缘，就不会呢这个讨债的我们就容易本性修得清净。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凡尘都有吃这一些动物的肉，所以我们凡尘才有战争才有这一些刀兵这一些灾难假如说我们全部都没有杀生的话，那这一些战争都会消失了都会没有所以我们要培养了解真理就长了。这样了解吗？长短这个相形，然后高下相齐这个高呢就是人格健全，人格健全就是高
然后那个下，那个下就是低嘛，那个就是自私自利呀，自私自利，然后相勤啊，是互相推挤呀。人格清高的人，他不会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人格不会健全，是不是呢？高下相倾，那个勤啊，就是请拜，我要赢你，所以我们在凡尘呢，都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要了解那个人格健全，人格清高啊，是不是我们要自己呀，培养？我们可以骗得了别人绝对骗不了自己啊！自己的健不健全、清不清高自己知道。各位天贤，我们人格健不健全？你看看，都唔敢不敢承认自己人格健全，那就有亏欠了有没有啊？他也不承认啦，没遐厉害，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顶天立地呀，配为三才，跟呢天地齐肩，天地人呐，人为三才之一，跟天地一样大。我们现在敢不敢这样说？敢不这样说？讲咱甲天地平大，那个老辈一定会讲，唔通讲基因啊，不大无小，他会呢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能那个样子那么自大，是呢我们不表现自大。最起码在我们内心我们一定呢要了解到，我们人这个跟天地是一样，人跟天地没有两样，所以一定呢要提高自己，跟天地一样，天生地养。那我们人做什么？我们人调节啊，你看。咱一寡改良的物件，毋是改良到拢足足好食，安尼就能够卖钱，有没有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人机中调节啦，天生地养，然后天地不会讲话，我们要代替天来讲话。那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讲的话，是不是天地之中，天地希望我们讲的？是不是？一定不是才回答出来，因为我们在讲都是自私自利的话，都是一些没有营养、不需要说的。所以假如说各位假如说在外面坐车听人在闲聊你听一听他的内容这10句有11句拢废话。那有一句在合拢那一句还没有讲出来，那句也废话，没有用所以我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本来这个福都蛮多了，因为讲话太容易轻易出口，所以把福都用掉了，从嘴巴讲话用掉了各位有没有这样啊？没有讲话是默认本来都没事啦，因为我们很喜欢讲话事情就很多了，有没有？所以那个话是天地讲的吗？天地是希望我们很多事吗？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假如说因为我们讲话引起很多事，我们要检讨，不对了，造业了，
谁要受苦啊？造业的人受苦哦。所以那个话就不要乱讲哦，讲出来要对大家有帮助哦。人家呢正这个挫折的时候，正失意的时候，你去鼓励他，那一些话就很有价值。让他能够呢继续求生哦，能够有那个旺盛的生命力哦，那个话就很有价值。可是我们大概都相反呢，都是这个怎么样，锦上添花了，都不协理送他，对不对？又默认了。所以在凡尘我们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很清高的人品品格呢高超，很重要了要呢对自己看待自己就是要跟看待天地一样不要把自己看得都一无不知所以我们那个观念就是有待加强要呢自己努力能够呢真正的活得很有意思啦活在凡尘都不会说白来了这个高呢下相齐，然后音呢声相合，音是细音然后声呢是大声我们这个讲话之前这个还没有还没有成听得懂的，没有办法分辨的那个叫音然后已经呢可以分辨的那个叫声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声因时而虚名，声音因为实在有，然后呢虚在空气之间，它呢名放，大名大放，声因时而虚名，因因虚而空应，因因为虚而空应，声因为实而虚名，听懂意思吗？声因为实实在在有有声是不是在空间空气之间，然后名放声因实而虚名，然后因因为它虚，咱要讲的进行迄个安尼安尼就已经成声啦迄号做因啦因都还没有成，所以因呢因为虚而空应，这个空间相应，知影意思不？所以我是了解就是呢告诉我们它会呢相合怎么样的起头，它会怎么样的结果开始来了以后，慢慢就会形成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因就是我们的酝酿，然后声已经显象因是酝酿声呢是显象，你知影无？我们呢这个有一些不管是我们的做事情或是呢这个写文章，都有那个酝酿的时候，然后呢酝酿完成了以后我们就写下来了就成事了所以这个它会相合。那既然因跟声相合我们呢就是要保持全部呢都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性呢发挥从本性呢发挥出来以后它整个相合就不离道所以呢这个因声相合，然后呢前后相随前我们还没有落入凡尘那个称为前，我们还没有出生称为前，然后呢出生了以后就称为后落入凡尘以后就称为后，然后我们现在努力研究真理修道就称为前
然后以后啊，能够修正，能够成道成佛的那个叫后，所以前跟后啊相随，就是一定呢，它会随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掌握到那个因呐，那个重要的因所在，前面的因，我们呢都是行善，那后面的那个果报啊，一定是理想。那假如说前面的因，我们都摇头，那后面的果报啊，一定是很坎坷啦，这样了解吗？所以前跟后啊，都是相的，互相随从，然后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也都是一样，所有的我们念头，所有的行为，它也都前后相随，都呢互相呢会这个随从。所以接着老子就讲说，是以啊圣人处无为之事，就是因为啊完全都是互相对待。那么圣人呢，他就处无为，无所作为，没有企图，没有那个名相，无为。那无为就是我们佛性的，就是佛性本体，它是无为。所以那个圣人啊，处无为之事，无所作为那个事情，就是没有企图，没有目的，该如何就如何。像呢这个天地间呐，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地啊，它呢一直啊这个生生不息，它就处无为，无所作为啦。天地呢没有作为，那个自然而然，春夏秋冬呢，自然运行，万物啊自然生长，那个呢都无为，无所作为，不是呢他有心去做啦。是自然呈现，所以圣人呢，就体会啊天地之间，那个自然的那个事情呈现，所以处无为之事，然后呢行啊不言之教，所以呢这个圣人他做出来呢，那个呢都是不用语言，不落入呢语言，那个教化呢，不落入呢这个语言，行呢这个不言之教。最重要的，我们在凡尘啊，能够进入这个修道的那个状态，就是要体会啦，要体会啊，那一种无言呐，这个教化。像说我们呢这个教导晚辈啊孩子啊，说你不要抽烟，你不要喝酒，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先呢要做？自己本身呢，先不抽烟也不喝酒，然后呢，自然呐，我们要教人的话，他也会学，不用说出来。假如说我们这个一直在这个抽烟呐，一直喝酒，然后呢教导人家说叫人不要抽烟不喝酒，那是不是就这个言行不符合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不言之教很重要。父母亲呢，怎么这个做呢？那个儿女啊会怎么学？就会学习啊，所以这个在家里面的那个所有行为就很重要，所以那个行不言之教，就是要以身教，代替言教，不用说话，你只要本身的那个晚辈都会学啦，他自然会学，所以呢，这个很理想的是一种状态，万物啊，作焉而不辞啊，这个万物，天地之间万物它呢都是这个生生不息，它不会推迟啊，不会这个很疲劳了，不做了，不生了，不会，只要我们这个经营的得法，你就是有这个种子，然后呢有土壤，然后有阳光，然后有水分，然后呢照顾它一定的生长，所以万物这个作焉而不辞，天地之间呢就是这个样子。
很努力呢，在这个生长万物。假如说呢，天地之间啊，没有这一些万物啊，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这个生存的下来。就因为有万物呢作焉不迟，然后我们才可以一直繁衍一代接一代。所以这个老子呢跟我们讲说呢，这个天地之间呢就是这样呢自然而然生而不有。这个导致比较我们要了解说天地之间呢生而不有，它生长万物不会呢去仗势不会去说这个是我生的。那我们应用在我们人事方面来讲我们也一样生而不有我们生了儿女，然后呢不拥有。各位先贤，我们生了儿女以后拥不拥有？拥不拥有？我们整个大环境整个社会拢把那个囡生下来的那个儿女都当成自己的财产，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所以都生而拥有，不是那个生而不有，生了以后不拥有。所以这个要从真理着手，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生出他的身生不出他的佛性所以佛性跟我们是平等。那我们呢生下来以后要把他当朋友看待，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我们都会这个讲说你是我生的，你就是要听我的话都会这样对不对？所以老子他就跟我们讲说生而不有，我们生了他不拥有他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平等那个思想没有说这个我们呢这个长辈父母亲就非常权威啦因为不拥有的话教导就很正确。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那个就很正确，因为把它当成是平辈，就是呢佛性平等。虽然呢身体是父母亲生的，可是佛性是平等身体是父母亲生的，所以要教导他呢怎么样在凡尘立足那个是需要所以要这个教育那个教育需要没有教他不会一定要教育。可是呢在我们内心深处不要把它当成财产所以这个生而不有非常不容易老子呢就告诉我们说像天地它也是一样生了万物它不会说这个万物是我生的没有那一种拥有万物的心假如说天地呢它拥有万物的心我们在用的时候会不会很这个就是用得很这个自然而然我们要了解到这是我的你不可以给我用我们时常会有这一种情形会出现那个就是生而拥有。那你生而不有它就不会有那个局限所以老子呢告诉我们说要学的这个天地，然后呢为而不恃为就是去做那个事就是仗势，仗势呢就是克谁你都起大汉的我们都有那一种那个势仗势，然后我们去做努力去做，然后不仗势为而不恃像天地之间一直生长万物，可是它不仗势这个是我生的要跟天地一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融入真理所以呢为而不恃。
然后功成而无居，这个功成我们处理呀，这个完成了，使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调节了，功成了，但是呢不居功，我们呢教育孩子啊，让他能够立足在社会，对人类啊非常有用，可是我们也不居功，这样容不容易？不容易哈。可是我们就是要从那个真理的角度来看，毕竟呢我们在凡尘的所作所为啊，都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小。然后不要呢说我们能够呢有多么大的那个贡献，所以我们最大的弊病啊，就是呢会居功。而会夸耀自己的功劳，然后我们就是了解说，老子告诉我们呢，说功成而无居，已经呢都做完成了，可是呢不居功。老千呢时常告诉我们说，要呢这个推功呢要揽过，把功呢推给别人。把过错啊，就是揽到身上来，这样可以韬光养晦，就是可以利益别人，还能够呢这个啊自己啊那个涵养啊很深，就是非常有内涵，能够这样做的话大家都会喜欢呢跟他相处，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别人喜不喜欢跟我们相处？就不喜欢了那假如说呢，能够我们做到那个推功揽过，功劳呢都是别人的，过错都是我们喜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就会很喜欢所以我们了解说将心比心啊，那我们呢也实际去做。没有那个呢也一样的那个完成的东西啊都虚幻，都是假的，我们能够呢尽心尽力啊，就能够呢这个呢得到内心的宁静那个安稳。那么夫为弗居啊是以不去，因为我们不居功，所以那个功呢我们也都会这个记得是谁完成的，对不对？虽然不居功我们也不会把那个功抹杀。虽然你一直夸耀自己的那个功劳，可是人家呢嘴巴也都不说了。所以要知道说这个凡尘啊，有时候都是相反，相反那一种这个事啊会呈现。然后我们呢就是尽量合乎那个真理，所做呢所为啊都跟真理相合。那跟真理相合呢，最起码我们呢自己内心宁静把心都安住在不生不灭真理上面把心都安住在佛性本体上面这样呢我们不要等到以后我们呢当下就已经呢回到无极里天。刚才我们唱歌不是要回里天吗？不是等到以后我们一口气不来才回去的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回去，只要我们都跟真理相合，就在里天啦。这样了解吗？各位浅浅，里天在哪里？就在我们心中里天呢就在心中理气象，我们要了解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气呢就是我们呼吸之气，象就是我们身体理气象呢就在身上理天气天象天都在我们身上都在当下了。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当下呢了了分明，当下呢都是知觉性很强，那个呢就是理天了我们都住在理天不用再另外再找。各位浅显，只要说另外找的话，要到哪里去？到太空去在那个太阳系的外面
哦，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佛性啊，它是非常的奥妙，尽虚空遍法界，不只有太阳系啦，整个虚空全部都是，都是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要我们努力的去研究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可以进入我们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之前或许不是都常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嘛？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玩过那个照相机呀。照相机呢要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以后照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因为很笃定的不动的，然后照出来很清晰，告诉我们我们佛性也一样，如如不动，不动，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景象也非常清晰，纵然我们头在动很快，我们看到的景象也是了了分明，很清晰。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如真如，我们已经到如的本体就能够感应而来，就如来，所以如来是我们本身不是在讲的释迦牟尼佛，是如来，而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如来。我们进入如了没有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称为如真如，如，所以我们修呢就要进入我们那个不会生不会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就如了，然后我们能够久的时间来培养它，都可以感应而来，感应而来的时候那个是大用，大用无限，我们的佛性功能大用无限，可是我们现在本体还没有培养茁壮，大用呈现不出来，能够呢有六通就不错了。可是六通我们不用去追求，它自然具备，在我们佛性之中，我们修正了以后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才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第二章呢观角，各位会观了没有啊？会观角了没有？就是刚好的角度了。我们应对进退在凡尘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对不对？这个不管事情不管形象一样都有一个刚好这个角度了。这个很微细的就要靠自己体会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呢该去拜访朋友，什么时候不该去是不是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该唱歌什么时候该哭泣有没有一个刚好的角度？该笑的时候我们在哭，该哭的时候我们在笑，可不可以？那个角度不合啦。所以我们就是要能观角，刚好恰到好处那个叫角然后能够观妙，妙呢就是我们不变之体，那观角就是我们随缘之用，这样会了吗？不相应。你讲几步拢直接搞催眠呢？有没有啊？比较好睡了或许不阻挡了。为什么？因为或许有讲过，当你在这个朦胧那个度孤的时候不会做梦，然后也不会起心动念，那个是中道最理想的状态所以你就好好享受你那个朦胧，体会那个朦胧都不落入两边也不起心动念，也不做梦，那个状态就是我们
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呈现的功能作用，很殊胜。各位有没有体会啊？有没有度孤鬼？很理想的哦，各位先生，那个度孤很理想的，那一种朦胧，就是不执着两边呐，也没有善也没有恶，都没有，那一种状态，不会起心动念，也不会做梦。可是假说我们在研究真理的时候，经典看经典的时候啊，一翻开经书，然后就想睡，然后那个经书一盖起来精神就来了，那这个就不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很明显的那个业力啊现前，那个业障啊要来讨债，他不给你看，你明明欠我钱啊，怎么可以不还？因为你修正了，你都不用还的，所以他不让你修。那我们要怎么办？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在现象我们身体方面，就是要做一些那个善事，利益众生的事在身体的方面去做一些善事，然后在精神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强打精神，在那一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把这一些克服。他只要你肯用心呐，那一些那个业障业债主他会这个考验你的那个耐心，看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已经呢非常有决定心的时候那个债主他就无法度啦，债主无法度的时候他就会离开。那离开的时候你精神就有了，精神有了看经就看得懂。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朦胧的时候它是完全是在中道之中，是看不懂的，已经在那个本体之中那个道理看不清楚了，不知道。当你已经呢非常清醒的时候那个就可以进入。那进入到真理我们又可以深入到法性。那一深入到法性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所有的我们冤冤债主我们都可以还清债务。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富有，它非常的大的那一种涵藏，叫如来藏涵藏，涵藏整个山河大地。你看所有那个财宝是不是在山河大地之中？所以涵藏在我们性分之中那我们欠众生的那个债一定呢也都是脱离不了这一些有形有相的财产。那我们性分里面全部具备，都不缺，只是我们没有修正，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呈现。那我们努力修正了以后，一进入心分以后会了解到它无量无边，非常广泛。所以所有的债务都还得一干二净，都不缺啦。有没有那个仙佛坐在供桌上在打度孤有没有？
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成仙做佛了以后，哦，他可以那个精神饱满，就是因为啊，他已经呢恢复到本来，哦，已经呢回到正位。那我们哦在凡尘啊，就是哦怀疑的心太浓厚了。各位有没有怀疑的心啊？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怀疑的心啊，就是那个模棱两可，哦，模棱两可的心啊，都很浓厚了，就是因为这样哦，才害我们哦，这个不成就。我们用文字讲哦，大概就是因行啊，因的因啊，然后循环的循，了解吗？我们就是哦，在凡尘啊，被这两个字害了，因行，哦，没有要呢，哦，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个心。假如说我们有的话哈，追求真理啊，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哦，答案呐，会不会出来？一定会出来。所以或许哦，以前啊，哦，没有人可以问，问不到答案，各位啊，要怎么办？或许那个时候体会了，哦，就是问天。问天呐、说哦，师之啊，天告之。你只要哦用心去思想，你的答案哦，上天一定借人借事告诉你，搬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哦，当我们哦用这么这个虔诚的心呐、来追求的时候啊。那个出来的答案，真的就是很理想。像以前或者新闻那个仙佛不是来批训吗？有时候还会那个调剂啊一些歌让我们唱，有没有？像那个春梦啊，它就有那个骤雨之靴啊，寒蝉击切。那个时候或许就把这个8个字啊摆在或许的这个书桌前面，连续看1个礼拜，说你在讲什么？骤雨啊，初歇，然后寒蝉凄切，8个字。我一直想说，是在搞我讲啥？为什么会这样？骤雨就是突然间很大的雨来了，它已经停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真理了，那个很大的雨它不下很久，很大的风一样，它也不会吹很久，很快就会停了。那寒蝉呐是夏天的时候在叫，它的生命才7天呐，一出生以后啊就一直叫到它死亡为止。那变寒蝉它不叫了，那为什么不叫？本来是夏天的蝉，为什么变寒？变寒，寒冷的冬天。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呢，佛菩萨一直告诉我们要修道，要修道啊，我们都这个不把它听进，不听进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会遇到灾难。遇到灾难的时候啊。各位贤姐怎么样？我们又要求仙佛了，对不对？仙佛事先跟我们讲了，对不对？我们听不听？之前讲都不听嘛，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听不听？就变成了凄切、凄凉，非常凄凉。很哀切，寒蝉凄切。那我们呢，要不要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呢，以后遇到灾难呢，才来说我要在迄句嘛较久来修的，都遐简单啊，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好啊。
对不对？简不简单？不简单啊！要做透彻哦，万言哦，所有的哦都全部放下哦，一念不生哦，这个时候啊，所呈现的就是我们哦一念万年一念的那个哦圆满的光明的佛性本体，不简单不？本来我们要知道啊，最普通的我们社会现象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最简单的就是最高深的佛理，最高深的佛理就在最简单的现象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不要看轻它了，绝对一定要铭记在心。只要你有空，3分钟都可以，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培养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让它能够茁壮长大，就有般若妙智慧。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啊，那个真理的认识啊，很容易进入，我们很容易认识真理。真理一认识以后啊，佛性的定就呈现。认识呢那个般若那个慧，慧跟定慧啊，它会互相帮助。定越多呢，慧就越强。这样两边呢，就很理想。会造业吗？绝对不会啦，是不是已经解脱了？自己解脱又可以引导众生解脱，是不是可以到很理想的状态？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呢生活之中呢，就是一定要融入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整个都在，不要呢在凡尘的尘垢之中，我们去追求凡尘啊，或者都讲到最后一定会后悔。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得走。你看这个社会现象都呈现给我们看。当很有钱的时候他可以利益众生，当转给那个下一代的时候啊，一直在出事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德性不够了。要争财产，是不是会出事的？那个德性不够了。我们要了解到要这个遗产要给那个祖孙的时候啊，让祖孙去争啊，这样不好。我们把这一些可以帮助众生，然后祖孙呢自己去打拼。他够聪明，他能够生活；他够愚笨呢，也不要让他把这一些上一代啊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把它挥霍掉。所以我们留给后代啊，就是要留给他那个功德，对吧？要留给他，钱财就不用了。我们钱财啊，我们在世的时候好好去发挥，怎么用就怎么用，利益众生，绝对留给子孙不会是好事。因为我们要了解到，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你太有钱了，那个后代啊，就不争气。能够延续呀，那个德性啊，才是我们要去研讨的。像孔老夫子到现在啊，他的后代第几代了？像70几吧，70几代嘛，79，到现在都受人尊敬。2560年，孔老夫子啊诞辰，到现在啊。2560年，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他所留给后代的就是德，那一种呢教导众生呢怎么样来这个行持不造业，就是留给众生啊这一些德。那我们呢也就是要学，
学呢这个实在的，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凡尘之中，自己能够行持有德，然后也能够教导我们晚辈一样的也去行持朝着这个德的方向去努力，这个才是很重要啦，对不对？那我们呢，这个接着就讲这个第3章安民章。不尚贤使民不争，就是呢不崇尚那个虚名，那个不是呢叫我们说不崇尚圣贤，不是那个意思，是说假名我们凡尘因为有这一些名跟相，然后我们呢为了追求名跟追求相，才会产生很多问题呀。那假如说我们不崇尚那个很好的那个名称这样这个名就不会争了，就不会争。所以我们先把它引用到我们这个身上来这个名人民各位先贤，人民是谁？自己这个人民我们要先了解说，是我们的6根呢对6尘产生的6识，那个就是我们的人民。所以我们要先呢使我们的那个6识不追求假的名称所以不尚贤使民争，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都会崇尚一个很好的那个名称去追求，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的6识在发挥作用？就是6识在强力的去追求。那我们呢就是先安民，先安我们的6识让我们6识呢都能够知道知道呢这个真理。说那个假名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真名。各位先贤，真名是什么？真名呢没有名没有名称真名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真名，真的名那凡尘所有呢都是假名。包括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也都是假名因为我们前一世不是这个名，我们下一世也不是这个名这一世才用的，是不是假名？都是假的名称然后我们不崇尚这一些假名称所以不尚贤，就使民不争。我们不崇尚这一些假名，那我们的6识就不会有那个想去争的那个念头，那不想去争了就没事了就是我们想争了我们看看现在社会争不争？很争，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时候那个手段都是很龌龊，很下流就是把别人踩在底下自己呢高高在上，对不对？都是别人都过错了，自己全部都没有错，这样好不好？风气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呢那个已经呢都违反我们本性了。纵然您能够有当上那个假名位的时候你风不风光？一点也不风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管理众人的事就是要像我们古代那一些三官大帝那样就是呢无为制，要人民自己管自己不能呢用那个霸权大道来管人民自己管自己是最理想。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一落入有这一些这个官员
那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当了那个位的那个官员，就是要照顾百姓。那假如说没有，那就欠百姓了，就有缺欠了。那有缺欠它在转世在现象就不会很圆满，就会有缺欠。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领导者，你都一直在念财呀，是不是众生的那一些血汗钱？众生想不想要回去？那会变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这个念的财啊，一生你千万生还不完，诸生千万世啊，都还不完啊，还没了，一直都欠人啊，那何苦来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果是定理啊，绝对的道理，没有说平白无缘无故啊，呈现出来，不会，有因就有果，那个因果是一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了解这个真理很重要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做一个比喻啊。说一块铁已经烧红了，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呢，还是不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不知道的人去拿会烫得厉害啊？可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的答案竟然跟各位不一样。他说两个都一样。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都一样烫得厉害。跟着我们想象竟然不同，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理的东西啊，就是好像那一块烧红的铁，那你不要有借口我唔知影啦，我才会做唔对。你跟那个知影一样，罪过一样，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呢这个找借口，所以或者开始才会讲，有良心的一个都死去，一个也未出世，我们都会这样找借口来安慰自己，所以我无良心忘记，是不是这样？那个叫找借口啦。是我们不愿意去实现，我们愿意实现的时候啊，就不会找借口，那不会找借口的时候啊，我们会面对，然后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承担，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造业，不容易造业就不容易受苦，才可以解脱了，没有侥幸的心。各位先生，侥幸我们台话怎么说？好话还是坏话？所以这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崇尚那个假名，使我们的那个六世啊，不会起心动念，都不会呢去争这个不必要的那一些假名相。那么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不贵，我们呢就是呢不贵重那个难得之后，难得之后像一些金银财宝，那个很难得啦，那一些东西因为很难得，所以价值很高，然后我们都想拥有，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呢，假如说贵之一些难得之后我们现在以这个社会的现象来讲这个我们小命都不保，因为你太拥有太多的话，会怎么样？人家会起盗心，对不对？就是想要把你灭掉，然后侵占你所有一切，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真的到达什么状态？不贵难得之后了，所以或许那个时候看到有一篇报道，说呢一个人他在家里在做的时候坐在家里，然后有一个小偷进来翻箱倒柜了，然后他跟那个小偷讲说我白天都找不到，你现在天这么黑你怎么找得到呢？各位知道意思吗？我厝的物件都拢无价值的啦，我日时咧找都拢找无你即马这暗暝哪找有？这样的生活怎么样？我们说会很困苦吗？很潇洒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说这样这个小偷进来，你爱啥你家己摕，会不会发生生命危险？不会这样生活好不好？好啊。我们真的假如说不贵难得之后，我们不去看重它，因为毕竟我们一口气不来也带不走了，我们生也没有带来，所以不看重它，我们在凡尘有得用，可以用的够用的就好了，不用去追求那个难得之后，我们不看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呢在凡尘就是超越一般人，太富有了，人家看了都会嫉妒了，嫉妒会出事情的，对不对？那我们不用做那个样子，这个有与民共享，可以捐献给人嘛。你看那个屏东尾菜那个陈世吉不是赚了那么一点点钱吗？他竟然还可以盖一个图书馆送给学校，捐款算千万的，为什么他可以那样子？他就是把那个看得很开，不贵难得之后，有钱了就是要给有用的人用。假如说我们都有那一种心的话，整个社会很光明，对不对？这个有困苦的话，有人帮助，都会过得很理想。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这几天的那个报纸就登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老家了他看人家那个面炉的那个车真差，伊去把伊那个车头那个引擎盖去给它刮伤了。因为那个监视器都有拍到，他拍到以后，那个车主就是要他赔偿30万，爱去考察赔偿30万，结果那一个老人家赔不起30万，结果吊岛自杀。那个家属跟那一个车主谈判，讲会当赔较少的因都无遐济钱，伊都车主都不答应，一定要坚持30万，结果他被那个30万害死，30万害死人。你看这个纠葛轻不轻？伊即马死去会去找迄个车主未？你给他害死会不会去找他？那个车主你看嘛，你困得安心未？风吹草动可能来咧找我对不对？所以凡尘事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得饶人处且饶人那个毕竟呢都是身外物啦，不要呢这个苛刻，你太苛刻呢都是对你自己闲滑。我讲的一世人他在
脑海之中啊，都会牢牢记住，30万害死一个人，而且中间那个过程没有说一下子他就马上自杀，家属一直跟那个车主谈判，讲拜托啦，阮都真善赔较少的啦，不是讲唔赔啦，较少的安尼，他不要就是不要，然后他又不是一次自杀就死掉了，第二盖自杀就死，你看是不是可以有缓冲的那个余地呀？他就是坚持不愿意，不爱落，计小30万就30万，不爱落了。说他是要坚持真的坚持一生的受难，时时刻刻啊，让我熬夜。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说熬夜来我才不爱提迄酒力互念。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我们那个诸行就是我们主人翁啊，没有很强盛的时候啊，有一些幽冥鬼魂，他会进我们的身啊，就是来利用我们的身。那个时候我们会心神不宁。那心神不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就是没有跟他结怨，没有跟那个幽冥鬼魂结怨，我们可以用那个佛讲的咒语啊，来跟他看是要帮助他呢，还是要赶掉他，可以有这方面的那一些佛讲出来的咒语。那假如说我知道他是因为害死人才有黑影跟着他那我就不做那个事。你去受你的自己造的那个果报，是你自己造的业，自己去接受。一生之中到你一口气不来为止，厉害的话还延续到下一生。我们有时候不甘愿的时候是不是会一直跟着，没完没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养认识真理。我们认识真理呢，容易这个走入真理世界，也容易原谅别人，那也容易去解决所有别人的一些疑难。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一进入到这个道德经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实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率着自己良心，良心就是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道。那个呢，就是我们呈现的能够很亲切的，就是良心，良心就是道。然后我们率着良心来做，就是德，所做出来全部都是德。大德常而不变，你能够维持都不改变，就是经，道德经。这样会了吗？会不会做啊？要不要把道德经都带回去啊？不敢带啊。所以我们那个旁边两边都有那个讲义可以带回去看。多接触不同角度的说法，因为或许写的跟现在讲的不同角度不同，那我们要接触广泛一点，不能只有接受一个角度，这样懂意思吗？你提灯去看，跟我现在讲的无同，那角度无同，那我们可以活用，我们学了以后就是要活用，真正的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之中，都呈现，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努力，还剩下11分钟，有要问的吗？好，请说。这边有西兰的道师要提问好。他说，后学世俗习懒比较深重，佛性启发的很慢，杂念妄念很多，又不能深植得本，在启发佛性之前，谨守身口意，努力实践，如此是否对启发佛性有帮助？有，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我们自己呢这个最清楚自己的状态。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遭遇都不理想，那表示呢我们累世之间所造的业不少，那会呈现的那表示都已经那个因缘果报成熟，我们呢就是努力的，只要肯努力用心用心决定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改变，我们习性也可以改变，那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一些杂念妄念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它的状态。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那个很容易我们就可以清除。那杂念是自己跑来，那个是我们六道轮回的习惯性。那习惯性我们就是要那个关照的功夫，只要我们肯用关照的功夫那个习惯性它就会改变。就好像我们是主人，然后看家，那个呢那个杂念就像小偷，小偷来了，杂念起来了，我们主人呢只要看就好，不要有动作了，就看那个念，那个念被我们一看它就消失。可是呢会接着又来，我们一样又看，又消失，然后呢又接着来，我们又看，就这样做了，容不容易？做是很容易的，就怕我们没有恒心。一定呢要做，做了以后你很诚实的把它写日记，写下来，说现在遇到的是怎么样，然后我做了以后它功效呈现怎么样，然后1天、2天、3天、1个礼拜、1个月，你从第1天开始到1个月，那个时候日记把它拿来对照，看看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是没有进步啦，它有变化就是已经有进步。所以刚开始杂念很多，你一关照以后杂念会变少。一开始杂念很强，你做了以后那个杂念力道已经很弱了，那个都功效呈现了。只要我们这样关照，那个杂念它就会消失，整个都没有了，没有杂念。那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你不要想就好了所以妄念没有，杂念没有，心清净，心一清净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就容易了，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好，你说。听有讲师讲定慧定这句话，讲由定生慧，由慧生定。不能把这两者单独分开来说，但是后来又说定太多会太沉闷，会太多会轻飘。若两者相辅相成，应该是有多少定就产生多少慧，有多少慧就产生多大的定力吗？怎么会有一边多一边少的情况？好，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持的过程它不是一步到位不是说一下子就完成我们的理想所以这个定慧均等那个是六祖他已经呢修到那个很高程度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那或许在讲说我们应该呢先由戒入手，守戒力那个戒很重要我们在内心不能做的那个你就是要守得住，那个叫戒。你戒能够守住了可以拼足外难，外面的感染，就是凡尘的尘垢你都可以拼足它那个是从戒，要从戒着手了，因为我们还达不到那个定慧的程度，所以从戒着手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才会身心大定。那个时候由戒然后产生定力那个定力就不会我们很一般的这个凡人很快就发脾气，很快就性情就改变那个都是没有
我们没有从戒着手，然后从戒着手产生那个定，定了以后啊，慧才有。所以那个戒定慧啊，它有一定的程序的。我们不可能说全部不修的话，就要讲入定慧了。那不可能产生。所以一定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假如说我们的那个嗜好太多，你一定要先戒掉那一些嗜好。嗜好没有了以后啊，才会呢回到呢我们佛性本体回来。看我们对佛性本体的了解。假如说了解的已经可以轮廓都出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从佛性本体啊，可以产生呢那个定力。那从定力产生以后，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一直啊朝定力啊去加强用功。那这样的话呢，时间久了，变成我们会昏沉。昏沉啊，就是定太多。定太多，我们就要加强对真理的研究。对真理的研究啊，就是加强慧。那慧跟定呢，它到后来才均等。不是开始就可以到达那个状态了。因为六祖讲的是以六祖修持那一种到佛性本体是很久时间的那个状态，才讲定慧啊均等。没有说定先，没有说慧先啊。可是我们在修持的过程，我们都跟社会跟凡尘啊，这个感染得很厉害。所以要先我们能够把那个外面的让我们心乱的那一些现象先戒掉。以戒啊为入手，所以戒很重要。戒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产生定。有定以后才会有慧。定慧到后来要使它呢平等。假如说我们觉得太轻狂了，很容易啊话就讲出来，不稳重，那个就是慧啊有一点太多。那你就是要把那个注意力加强在定，就是要培养定力。那假如说已经定得太够，定得太够我们就会感觉就是昏昏沉沉啊，就是不清醒。那个时候啊，我们自己调整，看看呢我们是什么状态，不能在那个感染凡尘都没有清楚之前来讲那个定慧，那个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我们程度上啊，会有差别。那假如说自己这个脑筋都很清醒，那表示你的慧啊有。看看呢我们的做事方法合不合啊，轻重缓急。你应对都非常好，表示你的定慧啊都均等平等啊。那假如说我们讲的很快就讲出口，不符合那个理路，表示说你会有一点太强了，会有一点太强会自以为是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要赶快培养定。定呢培养够了以后，你定够了，那个慧啊，它就不会那么轻佻，这样就理想状态。到那个时候才来讲均等，是可以的。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天谦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呢这个第3章安宁章，对不对？对。各位有没有把这个《道德经》带回去啊？还有没有把《道德经》又带来了啊？在我们身上这个《道德经》呢，在我们身上，我们呢这个时时刻刻呢，都保有它。那我们呢讲到这个不贵呢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是吗？对不对？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
所有的万象都虚幻不实在的。那假如说我们太看重那个外相，太看重了外面的这一些贵重的东西啊，那我们相对的对自己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就会看清了。这样呢就本末倒置啊。我们要看重我们佛性本体，然后呢要看重呢所有外面的所有这个现象，所有的一切呢，我们都把它看清。这样呢，我们的这个追求方向啊才是正确。那么接着呢，这个不见可欲啊，这个使民心不乱。不见可欲，我们了解这个可欲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想要，我们这个心想要可以说是造业的最大原因。那我们要了解说造化都引诱我们，要我们去拥有这一些这个实在有的东西啊。不知道呢，这些东西啊都是变化无常，会引起啊我们想要。那我们假如说呢不见，不见可欲啊，那我们就不会造业。所以我们的业的由来啊，就是见到这个可欲，就是想要，想要啊才会造业，造了业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从我们的心里面这个产生，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虚幻不实在。我们在日用生活之中啊，不缺了就可以。我们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有的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啊，那个可欲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摒除。那我们的那个六识啊。就不会产生那乱，心里面呢就不会乱，民心，这个民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是以啊，这个圣人是智，圣人。各位浅浅，圣人是谁？谁是圣人？谁呀？谁是圣人？圣人是谁？是谁啊？孔子啊。各位贤贤，我们要知道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就是圣人。这样知道吗？都敢承认吗？会想说都不是，还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还不是圣人。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只要把佛性启发的，按照佛性来做啊，他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知道不？你圣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啊，要承担，就是要承认，要承担，不要呢推到外面去，外面没有了，就在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圣人。我们一定呢要启发，各位启发了没有啊？都启发了已经1年了都要启发了，他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他，我们呢要了解到，所以这个圣人，是以圣人，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不尚贤，使民呢不争，不贵难得之后啊，使民不为道，不见可欲啊，使心不乱。我们从我们的圣人之发，不尚贤了，不贵难得之货了，不见可欲了，是不是都很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出发，然后呢不崇尚呢那个假名相，那一些那个假名相我们都不崇尚，
这样呢，我们心就很笃定了，不用争，不用跟外面的人去争，那自然我们也不贵啊，难得之后，因为最可贵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活性本体，最可贵的，没有比它呢更可贵的，所以我们不贵啊，那个难得之后，外面的那个货物啊，那个都是借我们用的啦。我们一口气不来啊，都带不走的，所以不要去争那一些呢难得之后，那个我们有难得之后啊，我们这个心都不安。假如说我们有那个几克拉的钻石啊，各位浅显，我们心会不会很平安？一定会唱到无路对吧？会怕人家来偷来抢，甚至于我们命都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难得之后，那个太难得了，大家都想要了，所以我们命都保不住。所以或者都讲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啊，那个小偷进来的你跟小偷说，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搬去。你不要就留下来给我用，这样会不会产生了生命危险？很笃定，对不对？笃不笃定？所以我们就不用装那个铁门，也不用装那个铁窗，用那个铁窗铁门啊，还要做什么？监牢狱里面就是要铁门铁窗那关那个囚犯就是犯罪了才要关在里面。结果我们自己打造那个铁门，然后打造铁窗，然后自己关自己，对不对？所以那个小偷也很聪明啊，这一家他防备得很好，有铁门有铁窗，里面一定有可贵的东西啊，所以进去偷一定有。那你假如说连门窗也都没，外门嘛无关，窗门嘛开，这免入啊，这内底拢无半项，是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我们就是生活重心要自己拟定，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唯求做佛，不求一物啦。那一些东西呢，使我们挂碍的东西啊，我们不追求。各位天贤追不追求啊？真的吗？所以只要生活上日用不缺，各位天贤要记得，日用不缺就可以了，不用追求那一些难得之后了。所以上次呢，或者才讲，不是有一个人他去刮伤人家那个进口车炼乳那个引擎盖，然后那个车主要他赔30万，对不对？那一个人后来不是自杀死掉了吗？那个过程他的家属因为他已经自杀一次被家里的人救了，所以家里的家属去跟那个车主就是要求说能不能够少一点不要那么多了30万，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来，结果那个车主就不允许就是30万就是要30万。第二次自杀的时候，家人已经来不及救，死掉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他为什么要去刮伤人家的车？各位千姐，为什么？2个字：嫉妒。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嫉妒你那遐好嘢，我那遐惨，有没有啊？还在考虑啊？
我们不说嫉妒了，我们有没有羡慕？羡慕别人。他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嫉妒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啊，那个背后就是嫉妒，看不见的。那个嫉妒啊，看不见，那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啦。我这善利啊，你好好呀，买那进口车的贵，所以他就把它刮伤了。你看这个心态啊，是不是不正？我们要学着慈悲喜舍。第三个那个喜啊，随喜。我们时常这个开法会，学佛来介绍都会讲，说随喜功德是无边呐，有没有？随喜啦，别人得到好处我们要高兴，不要嫉妒。这个蛮难做了，因为我们那个那个深根蒂固的习性就是会冒出来，都会这个眼红啊，会不会？就是会眼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假如说那个车主啊不贵难得之后，他说没关系啦，这个车子就是要代替我们那个脚行路用的啦，没关系啦，那个只有刮伤而已嘛，车还会跑啊，纵然车都没有也没关系啊。你看这样心胸不是很宽广吗？对不对？就不会说去害死一个人了。他贵难之后啊，所以各位先生，我们也都一样你看我们这个在这个社会生活辛辛苦苦持续的累积一些钱买一部车，这个车子一买回来各位先生，我们重不重视？很重视尤其假如说是先生买的话他那个照顾车子的那个程度啊，一定比那个照顾太太还要来得殷勤，还要来得努力啦。那个车子安尼顾到拢安尼袂使一点唔好，太太无要紧啦，对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本末倒置啦。迄车是要代替咱的脚啦，就是代替我们行路用的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没有车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那个外面叫计程车或是坐那个大众运输，这样就可以啊，一样是走路嘛，我们假如说这个时时刻刻都有运动，身体会比较健康所以我们了解最重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最重要一定要照顾它，让它都很这个恢复到很光明很圆满。我们照顾佛性的那个心思都可以说都不够那照顾身体倒是很专注了很投入的很多心神以及金钱直直甲顾直直甲补有没有啊？这个很正确的借假修真身体要照顾好可是不要过头了这个养生要刚好就好了我们很努力一直照顾会不会死掉？终究是照顾不来的，他还是这个忘恩负义。我们身体拢无想讲甲顾到遐尼好顾安尼要死就要死安尼对不对？有没有忘恩负义？所以刚好就好我们养生刚好就好重点一定要放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要让它有一点那个这个瑕疵我们要知道说佛性不光明的，我们一定是在六道轮回没有办法回归本位成不了圣人
那我们要成圣人啊，就一定呢就是要光明，一定呢要圆满，在凡尘呢做事啊做人啊都要圆满。各位有没有啊？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很圆满？都不敢说一定都有缺陷的，不然的话我们都坐在工作上，对不对？都很圆满的话我们都一起坐在工作上，就是因为还没有圆满，所以坐在众生的位置，对不对？众生的位置好不好坐？众生的位置不好坐啊，那什么位置好坐？众生的位置是最好坐的众缘机器啊显现的生相这个是位置啊是最容易的，可是我们了解到我们啊有一个来源根源我们呢这个刚才唱那个歌啊都说我们已经离开家乡啊已经6万年了。各位离开多久了？只有6万年吗？6万年是一个圆会的一半一个圆会129600年那我们呢就是一个圆会的一半。那我们只有经过一个圆会吗？可能不止的所以我们看佛经的话呢，都会讲说从无始以来啊没有开始，一直到现在。假如说我们开法会呢，遇到南极老仙翁来介绍，他会讲说，自我成道以来啊，这个地球已经混沌了7次了，对不对？就是有7次的129600年。那我们难道7次都没有来吗？有没有来？有没有到凡尘来？那几年啊？1届6万年，7届几年？那恐怕还不止7次嘞，因为无始啊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啊流浪，毕竟是很苦啦，苦不苦啊？都是只要落入形象都是苦啦。天气热就是热，冷就是冷。各位姐姐，我们现在这边很热台北很冷在台北已经都穿夹克、穿外套了在这边还穿短袖真的天气啊2个世界越往北就越冷越冷，冷到或许那个基隆还在下雨还下雨，然后很冷要穿外套不然就感冒了。可是，一往越南越南，他就衣服要越多，越脱，然后就穿短袖这样。一落入现象冷就要跟着冷，热就要跟着热我们都不能选择，对不对？会不会跟上帝讲说拜托了，卖在热啊？那或者在北部说拜托卖在寒，可不可能？不可能实现嘛所以我们一落入现象就是要适应环境一定呢要去接受然后呢这个一天还3餐，3餐我们都3餐嘛，荤都食断食都以假如说呢这个一进入到那个佛教那个正式的遵守佛规的话过午不食啊，只有早餐跟中餐超过1点以后就不能吃了。那个遵守那个戒律啊，超过下午1点以后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在修佛教的佛教徒有没有过午不食？什么都知道没有？所以
那个释迦牟尼佛制定这个戒律啊，他说不是修无益之苦啦，因为我们吃东西呀，进到我们体内以后啊，它会呢，转换成那个养分，那养分它会转换成我们那个心呐，心猿意马，那个心呐，就会按捺不住，懂意思吗？所以一到那个那个青春年岁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就很难修，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佛制定那个戒律啊，就是要从根源让我们能够清心寡欲，不产生呢那个呢欲望，所以不见可欲啊，使心不乱。那个不见可欲啊很重要，对不对？看现在很多啊那个炸鸡排，那个走过那个摊子的旁边啊，那个味道都怎么样？很香，对不对？香不香？不香啊，健康太呀。所以这个叫做引诱了，在呢这个北部呢这个赚钱比较容易所以那个引诱口袋刚好有钱就去买，然后吃了以后那发胖很快，因为那一些都是进口的比较多啦，都是有打那个生长激素，我们一吃进去身体里面那个生长激素就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所以就一直生长，然后一个人就变2个人大，就很胖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都超过我们心脏的负荷，那个胖的人真的不是福啊。我们看到很胖的那个人我们有什么感觉？负担很大，对不对？还是苗条一点比较好，比较灵活啦。这个一很胖了以后我们连要这个弯腰下来都弯不下来，可以弯下来吗？我们现在可以弯得下来吗？你看多棒呢这个身体都很健康很棒，所以我们不贪那个口腹之欲也不跟那一些畜生之类的结恶缘，这个是很理想，又能够呢使我们的心清净，心一清净，我们就容易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一定呢在这个修持的这个道路上自己要认知要知道说不要呢贪吃，不要跟呢那一些畜生呢结恶缘，结恶缘我们吃它就要还它了，我们这个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之中，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在凡尘知道说，既然落入形象，就要受到现象的那个约束，现象的左右，那我们就呢努力的使自己能够恢复到我们本位，就是当圣人，当圣人了以后，我们要在凡尘度化众生，可以示现来度化众生。那我们假如说要到别的佛世界，别的地方去度化众生，又可以去那我们现在都在南赡部洲了，别的地方呢我们都去不了，我们被局限在这个地方，所以生活呢都不宽广，
再怎么宽广也只有地球了，太阳系呀，现在发展呢就是要到太空去去生活，那要花费很大的那个经费，那也不很实际呀。最好呢就是我们呢能够修正到本性的成仙作佛，全白于法身，又可以呢到所有的佛世界，不管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的宝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呀。这个呢就是超越我们太阳系，所以我们的知觉知觉性都没有很宽广所以平常生活的时候就会喜欢呢跟人家计较。各位在生活之中喜不喜欢跟人计较？喜不喜欢？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会了解说就是不要跟人计较。可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计不计较？是很会就搞计较所以呢，就是要能够呢这个学的比较实在认知比较实际真正的知道了就要去做，知行呢能够合一知道呢说凡尘不值得计较那我们呢真正的呢就不计较心能够呢培养得很宽广。所以我们讲到呢这个是以圣人圣人之治，圣人怎么样来治理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行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虚其心就是把我们的心全部呢都让它呢能够虚就是空虚了，全部都空了。所以或者就讲那个颜回就是把那个心已经空到全部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虚其心就是我们之前研究的那个万念放下万念全部都放下，那个心真的就是虚了，已经都全部空虚了空虚到这个极点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那个万念都放下了，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所以恢复妄都尽了，恢复到真。所以我们对颜回的了解他就是克己护离克服自己的脾气毛病，克服自己的所有愿望，克服自己的所有意念，全部克服。克服了以后，恢复到那个理就是佛性本体克己复理，已经恢复到佛性本体，就是天性整个都跟天性相符合。所以颜回成就让我们呢这个学习那我们能够呢在生活之中呢去做万念放下，念不生我们一样跟那个颜回这个当呢圣人。各位有没有想当圣人的心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最就近的就是恢复到我们的那个本位就是每一位都是佛都是圣人，那我们都恢复了恢复到本位了就不用再凡尘受苦刚才就讲凡落入现象就一定受苦了纵然再怎么有钱怎么享受一定是苦了不可能说很闷热的天气都躲在冷气房里面，毕竟还是要出来就很热你也要接受这个天地之间的热天之间的变化我们都要去接受所以呢我们就讲说煎熬
我们在凡尘啊受煎熬，福报的人呢就感受比较浅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出生就比较这个不很富裕的家庭啊，就会感受很深呐。各位有没有感受很深？有没有受到呢？这个煎熬的生活？有啊。我们用煎熬2个字就是可以说很难过，那个日子啊很难过了。那假如说我们说这日子的过足紧的，那个就表示过得很如意的。各位的日子好不好过？好不好过？好过。好过就要努力修道因为很快啊，一生就过了一转眼100年，我们一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回想我们现在都有一点年岁了啦，对不对？然后有一寡年岁啊，我们回想说怎么走过来的，是安那行到这摆年回来，有没有这样想过？怎么走过来的？值不值得？我们走过的道路啊，所作所为啊，我们认为值不值得？还在检视回想一下，看看值不值得？值得。我们要了解说上天大开普度啊，我们都能够得到，都能够求到，非常值得。所以这么殊胜的道，我们已经得到就是要努力的来修正这样才不枉费了。不然道很殊胜啊有没有听过道很殊胜？有没有研究殊胜在哪里？殊胜在哪里啊？殊胜在能够使我们成仙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道的殊胜它是讲不完的，可是最直接啊，在我们身上就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去体会我们可以成仙做佛。各位有把握了没有啊？有了啊。有就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美不敢承担。见性的美我们都会怀疑会说我敢有所以要了解到要承担，当下承担，我们都呢不敢承担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那个犹豫不决、模棱两可那一些情形出现。那假如说我们都呢能够承担那我们了解说当下我们一念万年一念不要有3心呢，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我们跟佛没有两样，知道吗？我们都一直在讲不要有3心的话，就没有4相，没有3心4相我们整个佛性圆满呈现在当下，所以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就具备万年万年前是个念，万年以后也是这个念就已经万年所以就要学习当下承担能够承担的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3心的3世都摄受不住过去世它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呢也摄受我们不住。那既然3世都摄受不住我们没有6道轮回，
所以当下整个佛性都圆满呈现，这样了解吗？这个佛学就是要各位反复一直听，听到我们非常熟悉，能够在日常生活做，真正的就到达我们想到达的目标，就是已经顿悟，顿教法门就是这么容易这么快，让我们当下到达。那假如说渐修的话，它要经过55个位阶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实地、等觉到妙觉，55个楼梯啦。我们爬到第几阶了？可以前55站，那8几站还是顿教最好，由凡夫地直接到达佛地。假如说我们从55个位阶爬的话，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3个阿僧祇劫寡故。好像我们有讲过有没有？有没有讲过那个那个一劫的时间？一劫的时间的偌久？有1600几万年一劫。有时候我们会把说一个灾难算作一劫。那有时候算时间的话那个时间的算法各位有听过吗？再说一次好不好？就是我们人民人的平均寿命10岁，90的10岁了。为什么只有10岁？因为人心很坏，所以地生长的东西都有毒可以养生，可是也害身，所以寿命很短，只有10岁。那在10岁的时候人民就这个思变，恶到极点就想行善。那行善以后也不是变得很快，每100年才增加1岁100年才增加1岁，然后一直增加到84000岁，就是我们人类那个寿命的顶点。已经人很善良的，都没有一点坏。地生长的东西呢都养生，不会害身，所以可以活到84000岁。所以我们呢弥勒祖师下生呢，就是我们的人民平均的寿命有84000岁的时候，我们弥勒祖师才下生那现在我们才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才70岁所以还没到达要下生的时候，那到达84000岁人心又变化，又行坏做坏，那做坏每100年又减1岁一直减减到我们的那个平均寿命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一劫这样多久？所以各位回去可以用那个计算机算一算，看它是多久，一劫的时间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才说一劫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到千万叫做no由他，no由他就已经是1000万，1000万1000万叫做no由他。然后一个 no 由他又是个位数个十百千万到千万，1000万的 no 由他叫做一个频婆，苹果的苹婆婆的婆，频婆一个。然后又是个位数一个频婆个十百千万到千万的频婆叫做一个加他。加减乘除这个走马边加，你有他的他加他，一个加他
然后才是个位数个十百千到千万，千万的加它叫做一个阿僧底节啦。安尼一个阿僧底节偌久？各位就可以想象了，那个真的是无量无边了，非常久，那要经个3个，所以佛教它不承认有上天大开普度了，所以他是承认说他们要修3个阿僧底节才会成佛啦，那个是渐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呢不相信这一些凡尘的变化，他都相信那个他们认知的那个劫上，就是要修3个阿僧底节，他都先护的，久不久？很久所以一进入受戒了我们进入佛门，那进入佛门以后暂迷都要做早晚课，对不对？早晚课，然后诵经，然后暂迷以后还没接触经典还没有到达20年以后才接近经典，研究经典。真正的你能够深入呢，大概都是30年以后了。那我们一生就够了，对不对？那下一生再来，就这样累积不像我们就可以沾到上天大开普度的这个很荣幸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很巧妙，我们刚好遇到刚好遇到刚好我们能够得到，所以以往都是修正了以后功果圆满才能够受记那现在我们呢是先受记然后修了，那要不要成佛就看我们本身的决定了。以往是修到功果圆满圆满了才受记，说你有资格成佛了。那现在呢先让我们得到了，先受记了。那要不要成就看我们的决心了。我们一定要成佛，那努力修沾了上天大开普度的光，努力修持天人师德，我们呢都可以沾光努力修呢都可以回归本位。那假如说我们有求到了，可是呢不想成仙做佛想要在凡尘流浪，凡尘好不好玩？这个年纪轻的说很好玩很好奇所以有很多不一样见解的啦他贪恋凡尘魔王破去了，就是因为贪恋凡尘所以他不想成佛啦那个我们假如说有那个思想的话，也不要去勉强。六祖不是讲嘛假如说意见不合要怎么做？不是有5个字吗？合掌令欢喜，有没有？所以假如说我们这个去度人求道度不来，合掌令欢喜，这样就不会这个跟他这个结怨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他躲回来的就起，会不会？不好意思说了在这情况内底行为都好都会说会说人家根基有够坏的。我们根基就很好嘛，各位先生根基好不好？好不好啊？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根基不好不可能求道了根基不好的话不可能遇到上升佛法。所以根基都很好才可能呢全部都碰上了既然这么殊胜的这个机缘，又在台湾出生那个生活绝对不会像颜回那么苦啦，对不对？绝对比他好啦他都能够这个
人家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那我们怎么都没有快乐呢？就是没有去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重要，没有了解到。那假如说我们认识了、了解了，这么殊胜、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竟然冲塞整个宇宙虚空，竟然这么灵敏，竟然这么奥妙。假如说知道的话，我们绝对啊会跟耶稣一样，得一善呢，前前无因，终身福施，绝对不让它失掉。我们有修道不修的话，只有种子不灭啊。种子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那个不灭，不会变碎灵啊。我们有看过蚂蚁吗？它就是已经碎灵，它的灵已经粉碎了啦。得爱伊就洗验蚂蚁呀，全部死光光了，才能够集灵啊。很久非常久，为什么？因为那个一出生到蚂蚁啊，它就有先后了。那个先出生的已经死掉了，那个后出生才出生了。结果都不会同时啊，同时间死掉，所以要集灵啊，就集不起来。那我们有求道没有修，就是灵我们的灵没有粉碎，就是种子不灭。那种子不灭我们要知道我们经过万八逍遥之后人灭了，天地混沌了，然后重开天地重开天地以后下一个缘会，然后子会开天，丑会寅会这个辟地，到寅会时候我们生人了，子丑寅啊，寅的时候我们人又降生了。那什么人要来完成啊？什么人要来？就是在凡尘啊，有行善的这一些人，然后有求道的没有修的这一些人，他们就一定要来。所以我们那个华母信子十戒啊，我们不是有写在山山坡嘛，然后老母把我们先医先血都收回去了，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那个是说的好听一点啦，让我们心里不难过。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没有修正啦，没有恢复啊到佛性的光明，所以我们落入凡尘呢，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就生三气呀，就有业相、转相跟行相。就是因为有起心动念，所以才落入现象，才落入凡尘。那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本位啊，最重要就是把我们那个起心动念能够了解，然后能够控制，然后能够没有念的，都没有念的，我们的声音会生在凡尘的音就断了。全部念都绝了，声相也就尽了。没有声音，没有声相，我们就不会在凡尘受苦了，就不会流浪。这样知道吗？我们要对我们的整个构成要了解。怎么到凡尘来？我们在凡尘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追求？然后怎么样回去？我们都要了解啊。以往我们可能都没有研究，没有研究不知道就浑浑噩噩一天过一天，到最后一口气不来，去哪里了？我们去哪里了？我们呢，真的来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死掉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都是浑浑噩噩、朦朦胧胧，都不知不觉。各位有知觉吗？没有知觉啊。所以我们那个知觉性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知觉性呢，就是要把它发挥
让我们呢能够了解说我们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一直研究的话，绝对有答案，会努力来追求。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心理心法，你讲的拢听无呢？开始不是都这样吗？对不对？听有的已经研究10-20年了，脾气毛病一个拢无改。你看听无的听无偌久呢咱会改呢？改了没有啊？各位有没有改掉啊？脾气毛病？不好意思说啊。最起码我们对自己呀那个根源啊都会了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道心呢可以说最大的那个问题所在，就是不知道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全部的道心都了解了吗？了不了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研究心理心法，我们知道不生不灭的心在哪里吗？是不是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修是从哪个依据哪个在修？就是依据我们六识心六识心识心是变化，是生灭的，在修的几生几世都不会成就是不是瞎修行？所以老先生时常讲，摸着根的成仙做佛，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老先生时常这样讲。我们就是要摸到根，摸到根这个根不是很困难，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本体就是我们的根源，能够我们摸到了，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或者说一直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3-5分钟都可以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能够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不是很容易？很简单，对不对？可是一定要启发他，要认识整个轮廓，不能只有摸到就放掉了，要如朴3年。婴儿生出来是不是要把抚养？那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一认识了以后一样，要把它抚养。那个时候他很容易受到惊吓。我们的佛性本体很容易受到惊吓。我们在生活之中也会体会比如说我们专心在做事的时候，旁边有突然很大的声响，我们会不会吓到？那个吓到又没有碰到我们身体我们为什么会吓到？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法身法身受到惊吓。虽然没有碰到我们的这个色身，可是呢，我们法身就在我们周遭，我们日用他不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启发他了以后了解原来不只有在身里面。原来在身体的外面，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体会了没有一定要自己本身真的努力去做，做了以后要呢守住那一个轮廓，就是呢要时刻刻保持那个灵敏度。那个灵敏度呢，你能够保持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有般若妙智慧产生。
那般若妙智慧产生了以后啊，认识真理啊不容易。那真理啊，一认识了以后，我们那个啊要修持啊，就会很简单了。那我们假如说都还没有了解到真理，要修呢，就会困难重重。各位姐姐，修道容不容易？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啊，有讲那个难跟易啊，难易啊，相成。我们假如说呢，在凡尘感染的成垢很厉害，那我们修起道来真的不容易啊。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凡尘的感染没有，时时刻刻呢都能够守住本性，那就修起道来很容易。所以这个容易跟困难啊，它都没有固定啊，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像呢，或者讲那个抽烟的跟喝酒的，要他戒烟戒酒啊，他就会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要我们戒烟戒酒，那很容易。本来就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就很容易啊可以达到。所以我们在完成是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累世那个习性啊习惯性没有不好的，那我们修道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的习惯性、我们的嗜好，都是偏离呀那个真理，那这样修起来就比较困难。可是呢，不管容易困难，只要有心啊，一定可以成就。我们呢上个礼拜也有这个特别提到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在凡尘靠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呐，看看怎么决定啊。一定呢要像六祖一样，为求做佛把这个目标啊确立。只有这个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啦。凡尘的财富啊，凡尘的这一些现象，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一口气不来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归于别人啦，拢别人的。咱安尼辛辛苦苦去甲伊安尼得到的，拢无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唯有我们呢把不生不灭佛性啊修得光明圆满最重要。这样更能够听得进去吗？可以这个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这个圣人之治啊，圣人要怎么样来治理呀？我们的生活，就是呢要呢虚其心，空虚呀，我们的这个心啊，让我们的心里面都没有那个物，没有被物啊占据，然后也没有事。心啊都没有物，也没有事，这样的心啊就清净。然后我们的心啊清净，我们呢就容易啊恢复到我们的本性光明。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呢这个虚其心，就是呢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我们能够做的话呢，那个身呐就可以呈现。然后实其腹啊，这个实在的我们呢这个肚子里面啊有东西呀，就是有内涵。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这个人格啊很健全，很坚高。那个实其腹，我们要了解说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自己啊有没有这个知道很多，自己最清楚的啦。所以这个实其腹啊，就是要充实我们的内涵，很重要。尤其我们这个
落入凡尘以后啊，所学的都是聪明。那聪明以后我们都会这个占人便宜呀，不肯吃亏。然后我们要知道这个不肯吃亏，占了便宜的话，会把那个浩然正气用掉。那用掉以后我们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啊，那个魑魅魍魉就会找麻烦。所以我们就是要充实自己的那个内涵。那内涵我们充实，就是肯吃亏。有实际的那个能力帮助众生，又呢这个不记在脑海，这样呢都会走入我们这个性分所以这个识其父非常重要。所以也就讲说，我们要实验自己有没有很实在的充实的内德有没有很充实的浩然正气就是这个晚上一个人然后到那个坟墓那个蒙到那个地方去看看自己会不会发抖。这个晚上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坟墓又是很多的地方，它有那个灵佛龟鸭会各位有看过吗？没有想不想看呢？不想看最好的最好是不要看，因为那个灵佛就是我们那个骨头里面它呢这个生发出来很轻我们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它会跟着我们那个生的风走了那我们这个走得慢那个它也走得慢我们看到龟仔会的地走快一点，它也会跟你快一点到后来你一跑的它还跟你一直跑所以试验自己浩然正气够不够够的话你不会害怕，因为幽冥鬼魂魑魅魍魉都在保护你，所以你不会害怕。那假如说我们感到害怕，就表示我们浩然正气不够所以人顶天立地最可贵的就是浩然正气所以孟子鼓励我们养浩然正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呢能够吃亏都是在培养浩然正气。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肯吃亏了肯不肯吃亏真的吗？这个内心回答，那以后真的遇到现象就要记得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过要真的要学习吃亏，培养浩然正气，这样做起来就容易了。那假如说我们想都没想那绝对不肯吃亏了先在心里面建设都已经建立了吃亏没关系，我可以培养浩然正气那就很喜欢吃亏了。这样了解吗？没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识其父实在的培养我们内德那个很重要这个说不得的，要自己做的因为呢这个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自己有没有做到自己最了解那我们实际的真的踏入那个修道的道。各位都在看什么？什么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那边有心理心法。
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就是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心的变化，自己都了解，自己能够掌握，自己能够左右，这样就已经成一半了，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话，我们都不知不觉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是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就是无明，那我们都在无明之中生活，无明就起后造业了，造了业就要受苦，都这样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修持的要研究性理心法，明心见性，心明了怎么样？因果不昧啊。见性的成佛无疑的，还不熟，就表示我们都还没有追求明心见性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心明的因果不昧，不会迷昧因果，因果它是决定的，我们不会迷昧，就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然后见性的成佛无疑，不用怀疑，一定能够成佛。因为那个性就是呢成佛的根源，我们都见到了，摸到了，以及培养了，都绝对会成，早晚而已啦。说呢早晚而已，一定成的，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这个担当，都有了没？一定要有要实其腹，然后呢这个肉其志啊。强其骨，这个肉其志啊，就是我们被凡尘的所有那个追求的那个志向，我们要使它很软弱，就是不追求这个物质的那个享受了，不追求感官的刺激，我们大概在凡尘使我们能够投入我们全神来做的事就是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跟感官的享受，就是只有这两个我那用钱那种违心痛，就是这两个。那我们对这两个一定要肉其志啊，不要去追求感官的享受，不要去追求外在的物质。那这两个已经肉了以后我们就省掉很多麻烦，很多烦恼都全部省掉了。他说我们太强了，要追求物质，要追求感官的享受，那个造业连连造很多业然后我们就受苦不断。各位贤贤对这方面呢强不强？不强。那很理想所以呢，我们要肉其志对凡尘物质的追求，对感官享受的追求，我们都要很弱，这样的话就可以省掉我们很多的烦恼，我们也可以省掉造业，不会造业我们大概就是追求感官的享受，造的业是最大最多。追求物质呢还其次那个毕竟呢有东西可以摸得到，也不会太强烈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或许都讲日用不缺就好了，有的吃有的穿，然后有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不用再额外的去追求一些那一些这个财宝财富都不用那个都会让我们后悔追了那么久，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得走。所以凡尘就是要看得能够透彻假如说东西已经失掉了，我们就会想说我生都没有带来，所以没关系然后呢这个追求不到东西也不用烦恼，就想说我死也带不走生也没带来，死也带不走了那为什么要
苦苦的去陷入啊在这一些物质的生活当中，就不用了。我们台湾真的福报很大。假如说我们一出生就在非洲，各位想想，我们假如说一出生就在非洲，那怎么样？像那个肯亚还有一些伊索比亚，那个电视报道，那个不是小孩在那个垃圾堆找食物吃连大人都在那个垃圾堆啊，在找食物吃啊。那看的真的是可怜啊，大人呢拢伫咧粪扫堆啊伫咧捡惊食。真的是很可怜啊。不过我们这边也有看一些像有一些在车站，假如说我们在等车的话等得比较久一点，会看到有一些人大概就是街民啦，他们就是垃圾桶把整个垃圾桶都拿出来，然后从里面捡东西吃来吃，跟捡物件吃。各位有没有看过？有的有，有的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也有可能啦，在我们台湾只要你肯付出劳力生活都不是问题呀。那一些就是自己这个自甘堕落，看一看他们都是蛮不是很年长啊。不是讲安尼七老八老拢还个年轻力壮，还个真有力的时阵唔趁食拢去粪扫人捡物件食，他一生是不是完蛋了？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以后袂歹会可以当修道，是不是很幸福我们很幸福要把握。把握这个非常好的修道环境，能够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出来当家，不要让感官当家。我们让这个感官当家已经很久了，都习惯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权柄交给我们佛性本体。由佛性本体来当家，各位有没有做啊？真的很理想那个佛性当家视听言动都不会造业都是佛性在主宰。那我们这个感官当家不行这个一到外面去尤其现在这个景气好一点那个百货公司一家一家一直开大家都抢着买抢着要，那我们假如说看到那一些的话我们又这个处身在那一种现象之中，人在抢我们会不会想跟人家抢真的这么理想这个已经跟人家身处在其中，不会想跟人家抢那个真的很理想因为一般人他都会想说这个本来他是卖100块，现在才卖10块，你抢不抢啊？抢不抢？哇，才刚刚不抢而已，现在竟然要抢。那谁在当家又是被感官拉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理想跟现实有一段距离真的有一段距离你都不缺了虽然讲100块卖10块你想想我买回来嘛变垃圾要不要买还是不要啦伊阵剩1块嘛买伊讲免钱送你废弃那就搁摕回来我嘛买，这样是最理想的，全部都是佛性当家，对不对？有没有到这样
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一定的哦，要佛性当家的时候啊，就是义工要送我都不爱，要到这个程度哦。所以你看哦，我们都已经呢这个不想到哦，我们那个不用的东西呀、这个时候啊，我们会去买那个彩券啊，我们会想那个去兑奖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那个知觉性。为什么？我们到凡尘来啊，一生之中用多少啊，已经都有一个定数，要用偌济拢有固定啊。你说本来是80岁，80年可以活到80岁啊，要用的钱啊，我们60岁就把它用完了，那底下那个20年要怎么办？是不是促成自己提早死掉？所以我们不要去去拿那个额外的钱，那个不该我们拿的钱啊，就不要，不该我们拿的东西就是不要，免费送给我，我也不要，就是要到这个程度，这样容不容易做？这个哥可能在想，然后我拄着我拢没。我们真的要了解到很多东西啦，不用的时候啊，就是不用，用不掉啦。你起码拿到家里回去以后，你隔了一段时间就是提过来提过去，都没去用掉，到最后还是到垃圾桶去了。那何苦来哉呢？干脆来的时候我就不要，省得麻烦。对不对？我们要培养本来啊，我们这佛性啊，都唔免有诶无的物件，都可以不用。所以啊，尤其那个化妆品，我说蛮贵的啦。这个白呢这个擦一擦，然后晚上睡觉都要洗掉。我说可以不用洗吗？这个明天还可以用啊。那个不用洗掉怕那个皮肤啊会有那个后遗症出现，对不对？还是要洗掉。现在因为很多都在装那个假眉毛，有没有？装起来啊，好不好看？不好看啊，真的啊。那个装起来不是很好看吗？它不好看，干嘛要装啊？现在这个因为工商社会比较忙，没时间在家里装啊，结果在哪？坐在车里面装。所以坐车就时常可以看到，人家在装什么假眉毛，还很不容易装的装了老半天，车子已经走了很久了，他还在装。所以或许因为时常坐车啊，时常都看人家在化妆。装假眉毛是里面的一个还有那个小镜子啊然后那个两边鼻塞，然后眉毛然后那个眼睛画那个绿绿的那个因为都坐真远都拢真久啊看伊安那装安那画。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一个审美观都不一样啊。有时候一装有较水然后假如说像或许这个 LKK 看了以后会有一个感觉说，卖装久啊有较水，装的有一点像山妖水怪。我们朴素啊，零碎碎
很上素质的小水啊，最美啊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表现那个真善美啊，真的不在外表，或者都比喻了所以安尼规车拢坐甲位拢坐满即马有迄个老伙仔起来伊都安尼拢徛袂好势嘛拢无人要让坐啦虽然遐坐人拢较少年生做真水伊拢无爱让座这个时候你看到她漂不漂亮？那个后面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用来阿伯，你来家坐，我家好你坐，长得不怎么样，并就漂亮，对不对？因为他的心就是心好所以那个真善美在里面，在心里面，你这把迄老伯看来你的位置就是真善美，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啦。所以第一面看的时候是外表水，你所人心脉叫做蛇蝎美人，对不对？是不是人拢敬而远之对吧？很满要你跟他一起生活的话，愿不愿意？要你跟那一种人生活，要不要？要不要？不要的，对不对？将心比心嘛。所以我们了解真的好就在心里面真善美，从心里面发挥出来不在那个外表形象，所以可以省掉很多钱，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这个课很好以后你化妆品都买无要紧啦，买较少服装买嘛无要紧啦，唔免买遐济有他穿就好是不是可以省钱？可以省下来很多钱，而且现在那个年轻人穿的那个服装安尼顶一叠下一叠倒的安尼好不好看？它是很好看可是我们看起来哪会安尼这个大概又是 LKK 看不习惯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朴素才是美，它要从心里面发挥出来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就去实现它所以我们落旗子把那个凡尘的那个追求的志向都减弱了，然后呢强其骨，就是呢我们对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这个行持一定要强强其骨，就是道骨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培养的茁壮这个呢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这个能够做的。各位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没有培养的有没有？哇，这下会拢要花去这么努力的在鼓励我们竟然都还没有回应就是表示呢还在考虑的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其骨强我们的道骨就是这个对佛系本身的那个重视程度一定要加强那加强了以后，我们对凡尘的现象就看淡，那凡尘的现象一看淡了以后我们不计较就不会计较凡尘事都不计较了，然后呢对那个可以帮助众生的事情会很努力很努力去做，然后帮助了以后就抛开了摔开了都不去记在脑海很理想我们这样一直行持真的那个道骨很坚强强其骨我们自己都会很欣赏自己。各位贤贤，欣不欣赏现在的自己欣赏欣赏他哪个地方？欣赏他能够研究心理心法。
对不对？他能够坐着听哦，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哎呀，迄种听无的哦，搁坐调，那足简单的咧。啊，你讲拢互听无啊吼，啊，搁坐调要听你讲，哦，你讲，是不是很欣赏？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传承啊，这有时候啊，哎。很多呢，这个在北部的前线哦，一报告心得啊，都讲，啊，我听都听无啦，啊，但是我都知影真好。要一段时间哦，大部分都要2、3年、3、4年哦，成效才会出现，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快啊，哦，才一个时间哦，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啊？都进入了，我们自己也说我进入了，哦，虽然还没有很深入了，可是毕竟能够知道了，知道了这个就是摸到根，很重要，一定要鼓励有求道的道亲啊，一定要摸到根，找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真心一定要找到，那个世心啊。我们在凡尘用的事情可以放下，这个真心一定要找到，然后要保有它，这样呢，我们这一生就不白来了。常使民呢无知无欲，这个就是呢长时间的使我们的那个六识无知无欲，我们的那个六识能够无知无欲啊，就不会造业啊。我们六识太强的话就不好，了解吗？我们六识啊，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的心都是这样来的啦。由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心，这一些心呢，就是人民，常使民啊，常使这一些心啊无知。都没有那个知，所以我们这个世心假如说都知道的话，那拢会比较，我们落入比较，各位贤贤，我们的生活都有苦啊可以吃了。假如说夫妻之间落入比较，哪一对夫妻怎么样，哪一对夫妻怎么样。然后各位先生，这个夫妻的感情会怎么样？会摩擦的，对不对？这个一落入比较然后那个小孩子啊，你看人迄个囡仔，人拢读1名，你那拢读迄8名，所以一下子那个小孩子又吃苦了。所以只要一落入比较那个都不好过了。那我们比不比较？在生活之中，你看人拢有车人开你拢跳倒摆，然后你看人拢跳倒摆，你哪拢骑脚踏车？人有脚踏车人骑你哪拢用行的？要不要比较？这个一比较了以后，心就不平了。心一不平了怨就来了。我们充满了怨在生活啊，那就很苦啊。各位在生活之中有没有怨？你看，这足诚实的，都唔敢讲，多多少少都会有只是大怨跟小怨都会有，在心里面都会有只要呢这个在这个凡尘生活多多少少都会有怨。那我们一定呢在修道过程之中去把那个怨找出来，然后去除掉，不要有，因为有怨了以后不把它清除我们会变成恨，怨恨，一恨了那就比较浓的那个怨了所以在接下来就恼怒烦，怨恨恼怒烦，以后会做什么？
以后啊，这世人若无去吼，后世人会变做什么？会变毒蛇啦。所以这一生呢，绝对不要去酝酿那个怨愤恼怒烦。只要我们一直酝酿来世的话，一定会当毒蛇。我们现在这一生啊，遇到那种怨愤恼怒烦的人啊，我们避不避开？不愿意跟他相处，对不对？因为迄种斗一寡迄个有诶无诶代志斗了啦，都是在倾倒垃圾，要不要赶快离开？就好像我在避毒蛇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要使我们的那个六世啊，六世啊就是民，就是我们身内的人民，我们佛性啊，就是圣人，然后呢，我们六世啊，就是圣人管理之下的人民，这个人民要使他无知无欲，没有知觉的话，他就不会比较；他没有欲望的话，他就不会有怨；他没有无知无欲啊，是不是都不造业了？可是我们就不愿意处在这一种状态之下，都是要知啊，拢不给我们知道的我们越那个倾听，就是耳康下来一听，有没有？所以一听到以后啊，是不是产生很多烦恼？人家不给我们听的事情啊，我们硬要去听的话，听到以后啊，那个反应会怎么样？绝对是不好，对不对？唔知上好啦，不知道的话最幸福了，知道了以后烦恼很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了解那个无知无欲啊，就是很理想的状态，没有已经呢都没有那个起心动念的那个因啊，那个因都消失，所以呢常使民啊无知无欲，没有那个知觉性，就不会呢做坏事。那么使福智者呢不敢为也，那个使那个福是一个坏词啊，使我们呢有这个稍微一点智慧的话，不敢为，不敢去做了，就是做了以后就是会受苦，所以使福智者啊不敢为。这样了解意思吗？都从我们自己本身入手了，那个民人民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六世，圣人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佛性本体是智，圣人是智啊，就是要常使民啊，无知无欲，然后使福智者啊不敢为，使这个有智慧的他不敢去做，不敢做坏事啊，不敢为。那么为无为啊，则无不治。我们呢为就是做，无为呢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啊就是从佛性啊本体发挥出来。然后呢做，我们做从佛性发挥出来，这个叫为无为。你了解无？这三字甲斗做伙，为头一字的为就是做啦，无为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做为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你会了解的。因为三个字都蛮简单啦，为无为，为就是做，就是要做，怎么做呢？就是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去做，这样你的意思吗？就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佛性本体这个掌权，它有权定啊，它能够发号施令，从佛性本体叫我们去做，
然后我们就按照佛性本体去做，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啊，就讲说我们要把那个《道德经》带回去啊，然后来时候把《道德经》带来啊，各位都有带了没有？或者是说那个旁边不是有或许写的讲义吗？是说那个啦，因为那个讲义是或许这个5年前开始写的，那个时候是慢慢的一直思索，然后看很多人的注解，把他们的那个经法都集中，然后写下来。他不是从第1章开始写，是从那个中间开始，然后往后往前这样慢慢促成一本，所以各位可以拿回去看跟后学所讲的都不同，都不一样啦，角度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坐着慢慢写慢慢想，所以想的比较完整，比较周到，所以角度会比较多，所以拿回去看的话就会更了解到不一样的我们佛性发挥出来不一样的作为，跟道它的功能作用又有很多呢没有在这个我们讲的时候讲出来可以知道更多的角度了。各位回去有看吗？这个大概1/10都不到10个看有1个已经不错了啦能够这个看一下的，对自己绝对会有帮助的所以或者都鼓励各位拿回去拿多一点回去也没关系因为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来，他也很喜欢老子，很喜欢研究《道德经》你也可以送给他1本你只有1本的话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他很喜欢老子，可是你也很喜欢看，那个两难很难处理到底要老的好呢，还是要给你好你有2本的话2全其美1本我留着1本给你，所以都拿没关系就怕没有，有的话我们就多拿那或者看都剩的蛮多的，都没有大家很踊跃的拿回去。还有5分钟是还有20分钟了，留15分钟要给各位问所以讲的还是剩下5分钟那我们呢再把这个安民章呢稍微的这个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圣人是智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圣人。我们圣人是智不上贤，不崇尚那个贤明，因为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是最高了，我们不崇尚那个假名相那个我们都不追求，所以不上贤不崇尚贤。这个不上贤各位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呢凡人的这一些假名我们都追得很厉害，真的很厉害。魏先生，现在不是有5都选举吗？真的厉不厉害？很厉害我们争不争？不争所以不上贤。这个使民不争我们不争。因为我们不争，叫我们去做那个位置，我们也不做。我们要做佛，对不对？咱要坐佛的位不爱去坐那个位所以不上贤，然后呢就使民不争，使我们那个6世都不去争这个贤名这个假名都不争，然后呢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因为我们佛性是最贵重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是最贵的，我们已经有了，
那外面的那个祸就是呢财物啊，那一些东西啊，那个都我们不贵重，一口气不来都不是我的，我唔卖一堆，所以不贵难得之后，这样呢就不会变偷盗。我们为什么会偷？为什么会盗？就是因为那一些东西很值钱，我们才会偷，才会盗。那假如说我们了解到，我们到凡尘来，该用多少都已经有数，已经注定了，前生都已经造那一些福报来的。所以我们不是有那个拜道吗？各位有没有拜道？就是那个北道七星有没有？那个因为我们的葫芦就是那个北道七星的掌管然后我们拜道就是告诉那个北斗七星我的葫芦记得送来给我。所以咱拜道就是咧拜迄啦，拜什么？拜我的福禄，会记你甲我送来的。各位有没有拜啊？就是安尼拢无福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凡尘很好布施的人，他呢这个命中他有葫芦，他把应该享受的葫芦他布施给人了，他布施给人他命中还有没有用到，所以那个北斗七星又赶快把他的那个福分又送来，要送来的时候他又把它布施那个北斗七星又赶快把它送来，这样各位了解吗？他得到一个一个很好的名声。因为伊拢无用到伊送互人用，北斗七星足无用的，伊都无用，我就要经过甲送去所以我们吝啬人，那个北斗七星最高兴，我拢唔免送，拢用都不用忙不用送去给他，他已经够了，伊拢一仙钱拍24个角。拔一毛而利天下为，有没有这种人还真的有嘞，可不可怜很可怜。所以那个那个梵文檀越，檀就布施越就是越过贫穷。只要你肯布施，你就越过贫穷，你就不会贫穷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肯布施的人他一定不会富有。他越肯布施的人他越拥有越多，一直送来，一直送过来，所以我们要了解檀越，布施越过贫穷，就真的呢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呢，在凡尘呢就是要能够这个做，那么不见呢可欲死心不乱，不见可欲我们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在凡尘会造业都是可欲。都是把那一些假象当成真的，都认为说可以追求到，不知道呢这样业已经造成了。那我们呢都不去追求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这一些物质，不见可欲，那心就不乱了，就很笃定。所以我们了解说不见可欲呢，是心不乱。所以我们呢要呢这个是人当家。就是要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当家，息其心呢，食其腹，然后呢，肉其志强其骨，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这一生呢，都会很有成就。那还剩下还13分钟了，我们给各位呢这个提问，可以有问题吗？好，请说。有讲师我们先提到说，没有人所等于无为等于真心佛性，这样子对吗？对，正确。我们就是还有还是没有人所等于无为等于
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才对。比如开车不加思索行为，算是真心佛性的显现，还是真心佛性的功能作用？谢谢。我们要了解到他讲的这一些我们没有能，没有手，没有能手，已经呢就是一个一体。那没有能手一体的时候就是已经能够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的那个状态。那假如说这个时候有所作用这个时候我们的真心佛性有所作用。那有所作用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发挥出来。佛性本体是一个体，然后发挥出来是用，有体有用。像说我们有钱，钱就是体嘛，我们有钱才可以去买，买就是用，你该买物件。咱较输若无钱，无迄个皮，你讲要去甲买物件，所以进去以后，我跟你买东西，你得爱钱来，有体体用，有体有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体用，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就要修持那个体重要，然后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你有体的，它会发挥作用，发挥作用，佛性的功能作用，一用了以后，要摄用，又归到你的佛性本体回来。而我们凡人没有修到的话，一用的话我们会把那用当成是体，不知道这一用了以后像我们拿钱去买，是不是钱已经给人了？你就不能再买了，对不对？你已经钱拢给人去已经没有了。那个用只有一次体是永远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本体它是永远在。可是我们运用的时候就是当下的那个用了以后我们要摄用，要归到本体回来。重点是在这里。当然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没有能手，已经进入到佛性的那个本体，就是已经不用再告诉脑筋说我现在要踩离合器，要换挡都不用，直接呢就能够呢拍到呢你要的那个适度的那个档刚好。那个就是已经你能够从那个佛性的本体发挥出来的作用，发挥刚好。可是这个时候你要记得，还是要收回到你本体回来。不能说落入我真高怕挡我真高这个塞车，这样的话就已经偏离了，没有摄用归体了。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凡人有时候就是不研究的话，我们会把那个用当成体，那用当成体就已经不正确了。我们就是要了解，用只有一次，体是永远在。刘讲师我先前请教说，凡尘所有相皆虚妄，有讲师提过，水泥寿命也不过是100年。所有物质皆是水火风因缘聚会所呈现，皆有生命。为何六祖及很多肉身菩萨1000年化，导师当年化缘所留下最后一根树木，在室内井底，也是历经数千年不腐坏。或许想是大概是佛法无边，不可思议，能解释是不是？谢谢。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漏入那个神机真的就是不可思议不是用我们的头脑能够想得出来，不是用我们嘴巴能够论议不能够去辩论。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走入神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都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它还在1000年。你说经过再加倍10000年，再加倍到10000年，它怎么样？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它会经过我们整个整个我们地球混沌，经过呢重开天地，重开天地所有景象是不是都不一样的？所有的人类又是重新
从隐晦啊，又生人开始，又开始了，孔老夫子来，教化众生，又重新开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有其限度了，那我们纵然能够讲出来，几千年到几万年，那也是很短暂的时间，因为这个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啊，它是常住不迁，它是永远在不会变化，这个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不会变化，常住的，不迁变的。那所有的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纵然是一个言会啊，129600年没有变，下一个言会会变。下一个言会没变，再下去那个会变，再下去那一个，再下去那一个。像我们现在是玄劫，那我们之前啊有庄严劫，庄严劫有1000位佛啦，那我们现在玄劫也有1000位佛，那到释迦牟尼佛是第4位啊，弥勒祖师是第5位，那后面还有900多位。那这个玄劫一过去啊，以后还有一个星宿劫，天上的星星星宿，星宿劫一样有1000位佛啦。所以这个时间啊，是不是无量无边？那劫它未讲的劫啦，我们就可以了解说，玄劫已经这久啊，这第5位佛呢，第5位佛还未下生呢，还要下生去多久？要56亿万年，是不是很久？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漏入现象啊，不是假的，虚幻不实在，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常住不迁，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追求我们能够证悟自己的本性，能够恢复到本位。每一位都是佛。好，关了好。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刘讲师。好，你说。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当初在菩提树下讲经说法的时候，那他的法相是不是头顶上有一颗一颗的？那有听说是2份就是2大片的，那小的这个说法是1份对。好，请坐。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那个就是有6年的那个苦修了。我们要了解那个菩提寺啊是非常的那个轻，就是连枝枝啊都没办法这个住得上去，带不了啦。菩提树啊足清气的，所有呢都这个自不这个没办法去沾惹到那个上面，菩提树啊，各位有看过吗？菩提树，那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我们就是坊间就是我们社会上就是把那个因为他坐在那边太久了，这样久啊这人年的时间。就甲伊讲，就拢头拢交晒放落来掉咧，还是一粒一粒，所以我们有这个后来这个朝拜的时候买水果供佛啊，就不买那个释迦了，因为就忌讳那个名称啦，释迦，买释迦来拜安尼无尊敬啦，无迄个恭敬的迄个心啦，就是那个意思啦。那个番石榴啊，跟那个番茄那个是因为经过我们的肠胃啊，然后出来以后，它的种子啊又会生啦。那个去拜的话无清气安尼啦。所以我们就是稍微了解它的那个典故来源。那个那个是我们这个就是在想说他坐在那边那么久都不动的话，那一定是鸟粪落在他头上的啦，那是想象，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还有吗？还有2分钟而已再有一个问题，好，请说。好，他第。
那个有一次呢，我们后学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在外面在打雷然后我们就睡得很熟了，然后惊吓起来，那是不是我们的活性本体的作用？好，请坐。对，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很专心在做事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离得蛮远的，有很大的声响，然后我们会被它吓到。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呢是充在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呢，被那个很大的声响敲到以后我们连带的整个身都丢起来，所以那个叫做日用而不知我们日常都在运用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我们都在运用，可是我们不知道。像这个打雷也是一样打雷都是离我们蛮远的地方然后一打雷以后，我们就会被惊吓，那个就是一样打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我们法身被那个雷那个闪电这样一触弄，然后我们吓到，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那一个佛性是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样了解吗？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我学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我学机会学讲。我们讲这个《道德经》呢，第4章，对不对？好。大家都有书吗？这个第4章呢，不言，不言章，不言呢，就是呢，这个没有全部充塞圆满，不言，那么这章呢在讲道德这个功能作用，道充呢，而用之后不言，这个道充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充呢就是充上开来，就是讲呢我们这个佛性本体充上开来以后它的功用功能作用，那在我们这个凡尘可以说整个全部都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这个功能作用。那我们在凡尘是日用而不知，我们也不了解说这个整个都是这个我们的佛性这个本体生发，连这个山河大地全部也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呢生发出来。那我们因为没有研究也都没有听过，所以会觉得这个蛮生疏都不熟悉。各位新回来了没有啊？怎么看我们都这个左观右看呢？那个心不在呢，心不在有声音听不知道在讲什么要心回来才能够听得懂。这个心理心法就是要学专一能够明心，能够见性。那心性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全部呢都这个充满，可是我们因为没有研究都不知道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都把它呢当成非常自然。我生下来以后各位先贤，为什么全部都是有6孔7孔，还有4肢？这个呢都是整个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生发。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呢？我们也都没有研究了，没有研究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生下来以后啊，都有这个千差万别。那我们了解是在这个生活之中啊，所有的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作为，然后引起我们呈现的现象就不一样。那我们在凡尘一定呢要能够把精神收回来，精神收回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所有这个思想一举一动啊，全部都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知觉之中。那只要呢我们全部都能够知道我们所有的思想跟行为，我们就可以掌握不造恶业。那不造恶业啊，我们就不用接受那个果报，那个痛苦的果报就没有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起心动念啊，以及我们的行为啊，我们时时刻刻呢可以说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啊就是无明。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无明？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啊，无明就没有作用。所以无明也是佛性本体生发出来的。那我们修道就是要去掌握时时刻刻啊都明，没有无明。因为无明啊引起我们造业，造了业啊就一定要受苦。所以我们这个功能作用因为是太大了，所以都没有去研究，不知道整个全部都是所以老子就讲说呢，道冲用之这个道然后冲散，就像呢我们这个泡茶茶一泡以后啊那个茶水里面啊全部都有那个茶叶的味道整个呢呈现了以后啊我在生活之中呢整个都呢在道之中所以我们呢日用都日用那个道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就已经都有，全部呢都在日用那老子又说呢后不言，那个后呢就是没有进入肯定这是假如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么肯定的事情老子用呢不肯定的语气来说？因为假如说一落入肯定就已经呢走入一边，那走入一边以后啊就有另外一边，那两边产生了就有生灭，一生灭了就变化。那变化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这个不生不灭不变的，我们能够掌握到不变的我们才能够有主宰。那假如说我们都在不变的里面去注意的话，那我们心中等于是说没有主没有主怎么做我们就比较茫然。那我们了解说完全都在自己的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之中都掌握这样呢就很理想。这样各位知道意思吗？因为我们这个南部修起道来比较好修啦，或许都讲说在北部这个心理心法听一年要了解可以说很少，都是要2、3年，甚至5、6年才会了解那我们这边才听了1年，可以说都进入状况。有没有进入状况的？你看这么肯定这么有信心对自己不是不灭的佛性都能够摸到那个轮廓都能够摸到这个叫做摸到根摸到根老先生讲成仙走后
那假如说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没有摸到，没有了解，那就瞎修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很重要。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一定要实际做。只要有空闲的时候啊，不管3、5分钟都可以。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是已经摒除外观念的感染了。我们都摒除了，就成垢完成的污垢，我们都放下。那放下以后啊，我们心性清净。那我们清净了以后啊，就回到佛性本体。这么理想的，不会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讲说那个颜回啊，大家都有稍微耳闻，都了解。颜回啊，他肌肉相，单食嫖饮，这个人啊不堪其忧，可是回呢不改其乐。他快乐在哪里？就是他已经摸到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他把这个本体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不生不灭。那我们身体呀，早死也是死啊，晚死也是死，总有一天会死啊，都要还给天地的。所以那个时候，或许会这个想说老天跟或许交代，说把天理佛人看好啊，你出去也是死啊，你在这里也是死。或许都一直想，对啊，都会死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身体啊，总有一天要还给天地啊。我们借着天地的那个元素水红土，这个众缘际会啊，就我们用。我们都一天一天啊在变化。身体呀，那个细胞都新陈代谢。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有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主宰它。说你不要变，你不要变，我要这样就好了，不可能啦。一天一年一直过去了，到后来都一口气不来了，整个都还给天地了。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它没有生，所以也不会灭，不生不灭。那我们凡人都不研究不了解。我们已经站到上天大开普度，得到了这么殊胜，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啊，赶快修正，身体啊还给天地，还没有死之前啊，就把它当死了一般，那使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整个都活过来，所以人心不死啊，道心就不生了。我们人心很厉害。造化都引诱啊，引诱我们去追求。我们追求外面啊这个现象啊，我们佛性就迷失了。迷失了以后啊，等到一口气不来啊，糟糕了，没有路可以走了，怎么办？被业啊推，又推呢去现象，现象以后啊又受苦，就这样恶性循环。那我们呢了解说。身体要还给天地的，所以要努力啊，在佛性呢用功夫，绝对要使我们佛性啊光明圆满。所以我们刚才那一首歌啊，歌就可以了解我们在凡尘啊那个不如意事啊，不好的事啊是非常多。而且我们习惯性啊，我们的习性啊，都沾了很多尘垢了，都很习惯性的引导我们呢走那个不理想的道路。那我们这么幸运啊，能够呢求道，能够修道，又能够接近啊现行法，这么殊胜，一定呢要把它恢复。我们呢都跟这个仙佛在一起。我们本身呢也都是仙佛，所以要呢自我期许，本来就是佛。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造很多业，然后一直啊接受那个果报，接受果报的当下，我们又迷惑了，又呢在造，就这样，所以我们说我要脱离这个苦海，
绝对啊不能再造业，越不能造才可以离开那个恶的果报，所以一定要研究道理。我们道理研究了，从心念改变，心念改变了，我们行为就改变，我们行为改变了，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结果整个也都改变。所以我们从研究这个证悟者他的说法，然后呢了解这个真理，所以呢这个道冲而用之后不盈，不盈也就是这个不会充满。它其实这个道已经很充满，为什么说不盈呢？因为老子就很这个忌讳说，物壮则老，物到达顶点的时候它就走下坡了。所以你一圆满以后，它就走入那个这个不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用就不宜来讲，留一点空间。我们在这个凡尘做人也是一样。看到人家这个做错不好了，我们也责备不要太超过太甚，给人家留一点空间，这样就圆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要留一个空间。物壮则老，等到呢物到顶点以后走下坡，所以呢它就已经开始变化。那我们呢不使它走到顶点，留一个空间，留一个我们有发挥的空间，这样就保持那个很理想的状态。所以老子就说呢，这个道冲用之后不盈，这个它已经全部都充满了，整个都是我们的一些佛性，可是呢它还有一点空间，还可以再发挥，还可以再努力，这样呢就很圆满。这个是老子的观点。那个焉悉是万物之中，焉呢就是深焉，非常呢这个深。我们的那个法性它非常的那个有内涵，非常的深。它呢就是万物的那个宗旨，就是根本。宗旨呢就是根本。这个很深远好像万物的根本，本来就是了。可是呢，老子也用那个是好像的意思，好像是万物的根本。本来就是万物的根本可是他不用决定词啦，一用决定词很容易走到崩的边，很容易会遇到那个呢那个两边的那个观点出来，所以都留一个空间，是好像本来是绝对的万分之万的绝对的一定是万物的宗旨。可是他用是万物的宗旨来呢这个形容，给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凡尘的为人处事也一样，虽然是很正确的有时候我们都会得理不饶人那我们得理还要饶人要呢能够呢原谅别人，这样的话那个涵养就很够很深。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我们佛性本体它非常的那个功能作用非常的大，非常的多，非常的奥妙。所以底下就讲说呢，凑其锐，这个锐就是锐利加来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先贤，这个锐让我们感受的是什么最明显？锐，我们用台湾话讲就摇摆了。各位了解摇摆什么意思吗？了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摇摆是不是锐？要不要把它凑？
挫其锐，小该会不会得罪人？绝对会啊！像我们上个礼拜的第2次讲的时候，那个开那个面乳的引擎盖不是被人刮伤吗？他要不要掰？就是要人赔30万啊，害死一条人命，有没有？他假如说有含量，知道那个不贵难得之后，那个引擎盖刮伤了，你车子都没有损伤啊，一样好啦，只是不好看而已啊。你有那个含量可以原谅人的话，不是那个人就不会自杀吗？那个老年人他就看不了人家摇摆啊，所以他也不好干嘛你去刮人家引擎盖刮伤你也没有好处啊。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嫉妒别人有嫉妒啦，目眶红，所以我们就要学，那个都是身外物不管我们有没有我们这个在凡尘是富有还是贫穷，那个都没关系的啦跟我们佛性都沾不上一点关系所以人家有我们喜欢人家没有我们呢，有能力的话可以帮助他不要有那一种强烈的那个嫉妒心那个嫉妒一出来绝对会出问题。会不会出问题？会。那个很厉害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有那个行为动作一嫉妒了以后就会有行为动作这样呢会害到我们自己，也害别人那我们假如说有吃亏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宽宏大量，那个时候可以培养浩然正气。吃亏就是培养浩然正气的最好方法。那我们占人家便宜就是消耗浩然正气。或者都一直讲我们人烟稠密的地方浩然正气还显现不出它的可贵。那你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那个浩然正气就很重要。那要试验我们有没有浩然正气或者不是都讲嘛晚上你一个人你到佛墓去看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状态。各位想想，用想象的半暝暗的时阵，一个人到佛墓去，会皮皮错了。所以就知道假如说你浩然正气充足你到那个坟墓的地方也还很笃定，就是这个平生不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对不对？我们都朗朗上口了，试验自己看看，试验自己到底是真的多呢还是少？那皮皮错都唔通去唔多转混的混还有龙波，那个会很厉害的我们那个人的心一怕起来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都有实际的那个让我们可以经验实际的可以了解到本身的那个正义感那个浩然正气到底是有没有？我们能够呢在凡尘顶天立地最重要就是浩然正气没有的话那个魑魅魍魉都会欺负我们所以假如说我们在外面去游玩的，经过比较那个不干净的地方然后我们回来了以后这个身体都不舒服，然后去医院检查都没有毛病可是就是非常不舒服。那个状态就是可能已经被魑魅魍魉揍一拳了因为他没有形象，我们他揍一拳我们也不知道
那就是很难过了，很难过哦，找不到原因。医生说你什么器官指示都正常，可是就是很难过啊。哦，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有，还有啊。好，那一定哦，各位先生，魑魅魍魉要做我们啊，是我们本身第一个佛性不亮，第二个没有行善，没有德，哦，他才会啊，哦，做我们啊。那假如说我们哦，这个平常的时候啊，都没有那个负面的念头。等于佛性也会光明，我们又求道了啊！求道以后，我们贤官最起码都有一点哦，那个小香的亮度。啊，我们培养哦那个亮度啊，就像那个哦两仪灯那个灯啊，哦很亮。再大一点呢、我们画佛像不是都有一个杆亮，一顶的背条有无？那个就是佛光啊，佛的光哦，它呈现啊很大。那这一些幽冥鬼魂、魑魅魍魉看到这个亮度啊，他远远的幽冥鬼魂都跪着拜，所以我们了解到，他就已经看到佛菩萨。那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啊，只要你培养那个佛性啊，光明，有这个光明啊，那个幽冥鬼魂看，就是看你就是已经是佛菩萨。不是说等到我们这个以后啊，这个一口气不来才成就了，不用在当下就已经是，所以呢，他看到以后啊，就跪着朝拜。那么这一些魑魅魍魉，还有日夜游神、凶神恶煞，他就要保护你，他是不好的东西可是他保护你。因为得众鬼神亲，鬼神啊很钦佩有德的人，所以他都一直保护你，绝对不会欺负你。那我们会被他揍一拳啊？各位，我们有没有德啊？绝对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就是要真的要反省。所以或许也说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啊，也可以试验自己啊，求得到了，尽管有没有光亮。现在有很多狗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养的不算了去找那个不熟悉的狗，然后这个狗看到人有时候就会不要因为狗眼就看人低呀。他瞧不起人，因为狗它本身很忠，这个主人怎么打它它都不会去咬主人。可是我们人做不到这个状态，跳头给美服啊，后边一直讲它坏话，对不对？没有那个狗的那种忠心啊，所以狗眼瞧人瞧不起，所以我们都没有进到那个种。那我们用狗来试验，这个狗开始会的时候啊，是跟我们打招呼啦，打招呼它不会讲话，跟你说你好，它是用会的啦，给你追。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跑，你跑的话有一些狗会追啦，所以你有做那个坏事，这狗会追你，会咬你，你就站定，调好，然后你两眼左旋然后对着狗的眼睛看，就是放出你自信之光啊，会不会？对着狗的眼睛看，然后它朝着你看，假如说它已经低下头，然后尾巴一直摇，那就恭喜啊！为什么？你那个玄关的亮已经都发出来了。因为或许有跟老前人跟那个前人啊，陈大姑啊，就是有观察到这个现象，或许在那个台北三重啊，有度一个那个印刷厂的老板，
哦，然后那个老前人都有去那个印刷厂，啊，那个印刷厂哦，它很有意思啊，就是不请守卫，养一只狗啊，起家狗，那只狗哦，这是很厉害，没有主人招呼你要进去呀，它就是让你进去，你硬要传，它就会咬你的，或许就被它咬过啊。所以知道，特别知道，然后老前人到的时候，他们不同时间去的啦。老前去的时候大姑啊没有去，大姑去的时候老前没有去，然后所以就注意看那个狗怎么来对老前人，怎么来对大姑，很明显啊，对不对？那个不用主人出来招呼的。那个狗看到那个老前人，那个头就这个安尼，拍到都一头卡去啦，啊，尾你伫里演的啦。我讲真的差这么多嘞，差很多。然后大姑是很怕狗啊，伊足惊，伊还会搞到你咧惊，伊咧惊狗啊，狗啊嘛咧惊伊啊。所以那个大德者真的是就是不一样。我讲我来你都唔捌安尼，搞我搞。现在老先生来都这个表现出来所以或许就了解说这个真的是假不来的。你有那个德啊，有那个佛性的量，整个都呈现。那个很凶恶的狗啊，都表现这个样子，所以或者讲究有力道，我给你渡掉啦，不是用想象的，是我给你渡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可以试验我们到底本身啊，那个佛性啊，已经都点燃书点开我们玄关了，有没有发出光明啊？假如是你都已经手斜对着狗的眼睛看，它也跟着你瞧，然后瞧了以后头都没有低下来，尾巴也没有摇，可是又开始会给你背啦，什么现象？就是拢暗暗，迄佛性规个拢暗暗，无光啊，无光伊果然看人低啊，给甲你背，追下子真的要反省啊，要忏悔啊，得到这么殊胜的道都没有把它行持，都没有把它培养，所以就是要努力。这个很容易嘛，对不对？咱拄到狗啊，就容易嘛，对不？容不容易？那或许有时候现在是很久没有讲这样，之前师长都会鼓励人才去试验，然后大军说我很尬嘞，为什么？说知道答案后会很恐怖。我说怎么会？知道答案以后然后假如说他头低下去了，那给你信心啊，你佛性已经有量了啦。那假如说他又对你一直会，表示说你修方法不对，佛性没有量，这样不是很好吗？你讲不到，各位可以试验看看这个不熟的狗才可以啊，熟的不行，自己演的不行，一定要那个不熟悉的然后看看什么样的反应，给我们讲那个考试点，看咱修了有够天道啊无，佛性有没有发挥光明出来，这个蛮重要的，各位有没有那个信心说我佛性光明？有没有？我那摇头看这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啊！那可见我们平常的时候那个锐还蛮多的，就是要
各位啊，晓不晓拜？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都会有骄傲都不知道的骄傲所以我们一定要挫其锐。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把这一些把它挫败，改全部都给降服，让这一些锐那一种那个很强势的那个做法，全部都把它降服。很强势就是尖锐的。我们有做的有没有很强势？人家你讲都不爱听，都爱听我的，有没有？怎么这么见笑笑？在想可能自己犯的这个毛病了都很强势。强势就是锐，尖锐。所以我们的脾气毛病尖不尖锐？我们有没有去改它有那个就是用我们佛性本体来挫其锐，把那个锐把它降服。我们能够降服我们本身是一些锐气这个是最重要。我们只要能够降服了，降服我们所有的那个妄想心我们的妄想心很尖锐，足强的。拢不爱来想伊就走，会不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像现在这个社会现象或许都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很理想。像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假如说你的速度是按照规定那个90、100，可是后面就有那个赶时间的8888来赶你你这个这个技术不是很高超的话，又不能够这个左冲右撞就会比较反应慢。那后面的人他是就觉得说你故意在整他，所以他开到你前面以后就来一个紧急刹车，会怎么样？那个弄了对不？他像不对。绝对不是那个紧急刹车的问题了，虽然没有保持距离问题，但是那个现象，各位就可以想象，吃吃哑巴厨房有苦说不出，明明都医唔对现在我都要赔，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人心一念天堂，一念就地狱而且现在还蛮多现象是这样尤其你在外面这个开车的话，时常都会去遇到。那我们要知道说那个都是很小的小事，小不小事？可是引起会出人命，对不对？会出人命的。那我们就在这个生活之中尽量培养，都是不去妨碍到别人自己宁愿吃一点亏没关系可说了有开车的人可能都会稍微了解这一种现象，有没有遇过？还有那遇到过以后心情怎么样？就很恶劣了，对不对？一定开朗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能够这个帮助人家，能够看到好的事情，我们都会很高兴。那看到这一些恶劣的现象，心里面都会很难过。我们是在社会生活，所以那一种尖不尖锐？就是锐，很尖锐。我们要把这一种挫其锐，都把它降服。那一种不满的心都要降服。假如说你是赶时间，前面都把你挡住，你要想一想人的技术不是都像你好的啦，不一定是马上可以让你给你做的。这样的话都没事了啦。降服我们的那个内心降服。
所以遇到有一些很难这个压得下来的那一些那个尖锐的事情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要训练训练自己能够降服我们那个很尖锐的很盛满的那个怒气。等到我们能够征服了我们那一些很大很强的怒能够把它降服下来，我们会很高兴可是我们一般都豁出去了，对不对？会不会？这样是修养好各位的修养都是很好，已经进入状况了，已经在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当中，佛性本体都没有这一些事而且这一事都是凡尘事，都是很小的事，不要因小失大因为这些小事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染得五颜六色。因为在那种现象之下我们很容易就是起心动念，就是受那个现象的那个误导、错的引导，然后心心念就不正确。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之后呢，这些圣贤都教导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一定要培养我们那个佛性本身的那个定力，定一过了以后我们充实了定力了以后，就不会被这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左右，就不会被它影响。这样呢生活就很理想，而且我们自己也会很高兴那假如说我们是被这一些现象已经降服了、克服了，现象把我们的内心都已经压抑压制了，那我们这个生就没有意义了，生在凡尘了，那个意义就不大。所以要了解说凡尘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要认清它所有假的不真，真的就只有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我们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一种状态之下那整个我们的天性都恢复，就可以像颜回一样颜回的那个生活那么困苦，可是他很快乐很高兴，而且那个快乐的高兴是真的，不是做给人家看，是真的从心里面产生。那我们要真的从心里面产生就是要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认识的程度很深程度很深了以后，我们会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一安住了以后完成了什么事都小事都变化无常，就不会在意。不理想就很理想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老子跟我们讲，我们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凑其锐从我们本身做起，有这个锐有胡思乱想有那个骄傲的心，全部都把它降服凑其锐锐一凑了以后可以很柔和柔和就可以你看到我们得三宝最后一宝不是合同吗合同已经跟天地整个合了跟天地整个同了，合同有没有合同怎么都反应不过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在用三宝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显观窍，用五字真经理气象，然后密满着虚空，周视我们身心
有没有用啊？哇，一个反应不够来。我们日常要了解三宝很殊胜，都在日常在用。所以这个凑齐类，把我们那不合真理的全部呢都挫败降服，然后呢跟天地整个都合，整个都合同的，所以整个天地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啊？不相应，还在想什么意思啊？意思还没有体会出来，所以各位要了解，我们的求道的三宝很殊胜，就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呢要把它用。那么解其分，再下来那一句解其分，就是凡尘纷纷扰扰，然后我们用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以把这一些纷纷扰扰的万象，都把它解开，所以我们处理的时候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是定来处理万象，凡尘是不是纷纷扰扰？有没有？很混乱，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处理的很理想，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跟着乱？我们都有那个主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是有一个主宰，这一个主宰在处理，处理呢，那一些很棘手，很不好处理的事都可以处理得很圆满，那个就是解其分啦，纷纷扰扰，我们都把它呢，都解开了，都很理想了。那么和其光呢，同其尘，和光同尘，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群居社会，大家呢都是相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要尊重所有的众生，尊重呢各行各业，我们呢都互相之间那无做啥对不？咱三堂钱，对不对？你看我们身上所用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做的？都不是那拢无做拢有当用对不？所以这个叫群居社会，互补啦。咱无做，但是咱拢有当钱。咱即马要用物件嘛，不是咱家己生产家己做，有当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感恩。感谢呢，这么的这个大家这么这个祥和，互相间这个和其光都呢同时在一个空间里面生活，还是过得呢很如意各位生活之中过得如不如意有没有都这个抱怨连连？有没有？真的没有吗？那么理想都没有抱怨，所以这个表面的跟那个背面的都不一样。这个表面的很理想，这个背面的抱怨连连。那我们要从内心里面培养出来这个感谢这么多的不同行业它铸造不同东西给我们用，我们都用得很顺心，很如意所以要感恩，这样呢就和其光所以我们了解不可能我们去这个要吃饭去种田要这个穿衣服去织衣都不可能这样可能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日用呢都不缺不缺欠可以说我们呢这个福报都蛮大，不像呢这个生在那个非洲那个伊索比亚跟肯亚那边他们这个日用都缺得蛮厉害那我们这边可以说呢都很富裕就是因为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之下
不努力修道，可不可惜？非常可惜。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环境一定呢要努力修道。就是把日常生活之中所有的不好的屁毛病去掉，然后呢整个这个起心动念都不要有负面的。那个神动要天水各位有听过吗？神动天水，司机而龙现烟梦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是子贡讲的啦。说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居住可是我们神通万物。那个神通万物就是我们这个万念一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我们佛性本体启发了以后，我们又用耳根圆通使整个佛性延伸到空间。所以整个空间都有佛性在。所以我们那个司机龙现，神通万物。那个第一句的意思。那第二句呢，那个烟幕，很深烟的静默，而雷声打雷的声音，就是他所作所为都是从佛性直接发挥出来。那么他直接发挥出来，就是德啦。所以他的德性感人，就好像打雷那么震撼。烟幕而雷声，他没有讲话，不靠讲话，靠实际的去做利益众生，这样呢，德性就感人。那第三句呢，神动而天水，就是起心动念神动，然后天理都跟着。神动而天水。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有没有天理都跟着？不觉得阴开始讲的时候不是讲吗？那个道就是我们良心，我们的良心就是道，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道德。经呢，就是我们都这样做不变化，就叫经。道德经就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都有良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良心，那个就是道。我们按照良心去做，就叫德。我们都不变化，就叫经，道德经。各位都有没有？身上都有，对不对？要把它都带着道德经都带着。不困难的啦，不要找借口说那个良心一个已经死掉了，一个还没有出生这个期间刚好空档，那个是找借口了，不想做了。因为我们按照这个良心来做事比较会吃亏我们都不想做，才找借口来讲。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是我们本身的关系凡人一定都是自种自受。你做好事你得到好的那个果报；做坏事呢，得到坏的那个报应，都是自受自受的。那我们按照良心来做最起码抚养无愧对得起天，对得起人，抚养无愧，没有感到难过的地方。这样的话本身佛性本身就光明了。所以那个就不用怕那个人烟稀少的时候那个魑魅魍魉会揍我们一拳。因为我们现在都这个生活在这个比较人烟稠密的地方所以那个体会就不深。或者都讲，只要你有空闲的时候到那个合欢山合欢山没有下雪的时候没有人可是那边的天气像说是夏天去的时候它还很冷，因为那个雪刚好融化的时候最冷，很冷，它没有人。
你在那边走个一天不会遇到一个人。各位那个时候会怎么样？你行一天拄有一个人会安那？心慌所以或许因为有经验那个时候是想闭关到合欢山去找不到那个理想的地方我想我若来这闭关搁这寒，我一定全死在内底。所以不敢一个人再找另外一个熟悉的人，结果找不到那一个熟悉的找不到就没有住在那边，不然就在合欢山那边闭关那个就是要这个深入我们的法性所以这个追求就是一定要自己花心追求，而且或许都是真的实现要安那来研究安那进行，从家己去实验看嘛，实验看看所以很多讲出来以后都是或许自己本身经历所以就告诉各位说，你万里放下，一念不生，可以到达佛的领域就是那个颜回颜回他就是把所有的凡尘放到全部空到尽头，什么都没有那整个那个忘尽真显真就显现。虽然32岁就死亡可是他的佛性已经整个都佛了都没有一点那瑕疵所以那个最理想，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各位浅浅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没有三心，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我们万年放下，是不是什么都放下了？是不是没有三心？那没有三心三世不摄受。过去世它摄受我们不住，未来世它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三世中既然未掉，摄受我们不住，我们的佛性就整个呈现了。没有三心就没有事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全部都没有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当下那一个念就是亿万年，万年不是讲十世古今不离当念吗？那个就是这个状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眼前那一个了了分明的佛性本体，那一个我们把它称作一念三世各有三世就9世，加上那一念一世刚好10世10世的古今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一个状态你了解不我们要追就是追这个追这个显现在当下，让我们了了分明让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个就是佛你了解不？不会很深也不会困难去做，对不对？不免去打地或者那个有一个那个时期不知道在几岁曾经那个政府就是帮或许找工作去做什么工作呢？去养米一包60公斤多100台斤。我讲迄要甲我缀死我若举一天我就无命呢。莫讲一天迄1包我都举袂赢。那我们修这个要不要那么费力？不用，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这个是从心性着手。心性着手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根源了解到它那个来源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到凡尘来我们要怎么回去这个一定要了解各位了解了没有真的了解了我们怎么来的
咱哪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来，才会知道怎么回去哦。所以我们是一念妄动而来，起心动念啊。各位要了解到，起心动念就是最容易的。我们很容易就起心动念。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因为修行啊。无用各位先生，无用的时阵念头侪啊少，真少都拢去空气拢记掉的，念头拢较袂起来。那我们空闲的时候念头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头就是最难降服。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因为有念头有念，我们才落入凡尘。我们要回去就是要先把念头我们先开始修的时候先能够掌握它。所有念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咱有法度控制咱家己的念头，卖超出咱控制的范围啦。安尼样呢，很困难咱的念头拢超出咱控制的范围控制伊袂掉要想啥要想啥，控制会掉的，很难很难去管制它超出我们的知道的范围，它都超出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回到那个佛的本位？就是因为念头障碍，念头给咱障碍。我们现在先了解我们念头，都呢能够我们去管制它、约束它，然后我们尽量慢慢的把那个念头能够消除，就是把念拢无念，然后到没有念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断。念尽已经都全部尽，我们的声相就没有。声音断了，声相没有，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你知影无？最容易的最困难做的啦。咱的念头是不是咱起来？所以我们去知道这个起念头的是谁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它才能够起念头，不是他空呢。你看咱若一口气无来，头也佫跌着会起念头的？不会的。所以起念头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起念头的时候赶快回光返照，来看那个起念的那个来源，念的来源从哪里来？我们会发现它竟然是众缘际会，众缘际会来起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叫做众生，众缘而生很多因缘际会，然后才生发念头。所以我们度化众生那个佛说度众生第一个要先度自己的众生，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我们把所有念头都度尽了，没有念头了，就成佛了。这样知道吗？没有听过有在哪边听到？我们都以为念头没有关系啦，这个北部的道经来说，脑袋瓜生下来不起心动念太浪费了。就是要用脑袋瓜要用。我说这个我们脑袋瓜这个用的太厉害它会抗议。所以各位假如说不相信这个或许讲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开始胡思乱想，一直想不要停，
停到想到后来，唔知安那困去啊，一定也会睡着。明天起床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头会怎么样？那会爆炸，那个头痛的会让你难过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佛性在抗议。那假如说我们又另外找一个时间，一躺下来换脸放下，一念不生，然后睡着了。明天起床的时候你那个头脑非常舒服。这个或许都试验过了才讲出来。很喜欢试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念头的时候全部都没有念头，真的我们那个心清净，心一清净以后恢复到佛性本体，就回来了。所以心清净容易明心见性。那我们假如说心太这个容易起心动念胡思乱想，那要明心见性就比较不容易，没有那么快，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入。我们要了解说明心见性它的程度也有粗浅的，也有深入的。那我们呢就是要深入，深入我们法性，越深入以后我们就会越宽广。那越宽广，整个宇宙大地我们要了解整个山河，整个山川，全部呢都是真心。所以到那个时候心跟境一如，心跟境已经合在一起了。心跟境合在一起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心的时候就回到本来。所以佛就是证悟那个本性。就是没有对待。那我们现在在凡尘都有对待都有对待就是都有生命。生命不停无常变化。我们就没有回到我们的根源。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根源它没有对待，就是一个绝对体。那我们现在是从对待之中来修持。先把这一些对待都了解透彻。那了解透彻的时候，它都是无常变化。我们都是住相以后，然后才产生很多烦恼，产生很多烦恼，有所作为，才造了业因。业因一造了以后，才接受果报。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我们自己造的。该你作为，该你进来。那我们自作自受就要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进入自作，然后自己接受证悟本性的果报，就是成佛，回归本位。这样了解吗？肯不肯做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呢，看看自己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个是一条不会后悔很值得我们做的一劳永逸虽然说是有点困难，可是呢不是那个做不到的，是我们的决心问题有决心要做的我现在开始信念念头都在我的知觉之中起知觉之中起念头没关系我不会呢被念头左右从这样开始做，然后做到后来慢慢的我把念头想让它不起了这样呢又能够经过一段蛮长时间了以后真的合同了，合其光了，跟呢整个天地变一体了，不用分别心的回到本来了，很理想的。一定要自己做了，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也不能用想象的要实际去做。所以这个合其光同其整跟凡尘都已经融成一体不容易可是可以做，
可以做到。修正了以后啊，就是做到了。所以我们刚才看的那一些啊，就是告诉我们落入凡尘太久了，习性太强了，脾气毛病太多了，然后意见也太多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就是要告诉自己，有意见人讨厌，有办法人人喜欢。你都不要说话，把问题都解决了，你喜不喜欢跟他相处？很喜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那一个人家喜欢的人，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不讲话，不要人家做你有意见，有意见就人人讨厌，对不对？不你来做，做个歪，讲个真好讲，有没有这样啊？我们还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事都是变化无常。不要这个太在意，要了解我们呢在凡尘都不长久的，几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不能够这个因循岁月要掌握。暂息是若尘这个湛然常寂，那个湛就是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叫做湛然常寂，寂灭那个寂寞的寂那个呢是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它可以感而遂通湛然常寂，感而遂通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说暂息是这个后尘应该是漏了漏尘暂息呢是后尘就是呢它很湛然，它那种底嘞因为不落入这个形象，所以都用那一种那个比较抽象的那个形容就好像在我们佛性都有嘛可是老子呢他都不是把那个话收死了都讲那个比较让我们呢能够用体会用领悟的那么吾不知呢谁之子这个老子说我不知道呢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什么人呈现出来的象帝之心形象形象的皇帝他比那个形象的皇帝还要再早，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所有相都没有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就讲先天先天它就已经存在那我们后天以后才有的那个讲后天那我们都讲先天，先天是道然后后天是妙，不是都这样讲吗？有这个形象以后然后才有盖世妙，所以那个妙都是后天那我们这个道，我们这个佛性是没有形象，它就已经有了，所以叫先天，天地之先比天地还要早所以呢这个不盈瞻呢地势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也是蛮深的深不深？浅不浅？说它深就是我们还都不了解了；说它浅就是已经都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它就很浅显，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呈现，那个就很浅。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碰没有去经历，那就很深那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把它用就很浅所以我们这个佛性本体都没有形象，那我们都一直在生活里面有空闲3-5分钟都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可以体会出来，那就很浅了。有没有这样做
这个不到1/10，这个有的都不到1/10，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要重视它，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重视它，因为我们重视它，才会付给它权柄。那我们不重视它我们的感官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它会掌握权柄它会发号施令。那我们重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会启发它出来当家。启发它当家那个就很理想，就是我们的良心都整个呈现。那整个呈现，我们不会做错，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一定要重视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有空闲就做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把那个妄去除掉。妄这个不真的变化无常的这个妄都去除掉。那个已经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呈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呢要让它很切切实实的整个轮廓都出来。出来以后，我们要培养，要如虎还有个圣胎结圣胎了，圣人出现了。我们不是说圣人，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圣人是谁？那一天不是说孔子吗？或许说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他是圣人是不是圣人？是。因为就是从他然后修正成就的，就是圣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圣人我们认识培养然后呢让他茁壮长大。这个时候我们就恢复到本位，就是圣人。所以圣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虽然它还不是全真可是毕竟是要这样进入，这样进入了以后，你很熟悉了以后，就会有般若妙智慧从佛性本身发挥出来。所以那个般若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去学来的，学来的都叫聪明我们很聪明。现在你在社会上看到所有人的面孔那个聪明相拢写在那面的啦，讲我足巧，你袂使把我骗，有没有？都很聪明那个是我们落入后天以后去学的。那我们的般若是具备在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一定要培养我们先认识佛性本体，然后一段时间的培养般若呢，它就会生发。生发般若以后，从佛性本身发挥来认识真理。这个时候呢，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定跟慧它互相帮助。认识真理就使以智慧。你有智慧定力就增加。你有定力的处理事情轻重缓急就处理得很圆满。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整个都在我们佛性本体里面。在佛性本体里面，一定要自己去努力做。只要有空3-5分钟都可以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体会那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不能早已下。可是那个知觉性我们是可以领悟的，一定要做有没有做估计拢不爱给你应咱第二问估计不爱给你应
这个要了解到，就是这样子进入的，这个圣贤之门这样子进入，不是很困难，看看我们有没有那个诚心、恒心、坚定的心，有诚心的，我们体会了，然后有恒心的，我们启发般若了，然后有坚定的心，我们把它修持成就了，绝对是一劳永逸可以成就的，从心里面产生，很实在的。我们呢在这个讲那个第5章手中章，因为呢这个手中章跟这个不应章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手中就是守住我们知道那个本体，那个中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道，所以呢道就是中，手中。那么这边讲天地不仁，以万美为刍狗，这个天地很不仁慈把那个万物当这个刍狗。那个刍狗就是古时候祭祀用的，把它雕塑的非常的漂亮，还没有祭祀之前一直雕塑的很漂亮，然后呢，这个等到祭祀祭拜完了以后，就把它呢毁掉了，不要它了，这样的意思吗？那个刍狗古时候呢在祭祀用的。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一个庆祝会还是什么的还没有这个举办之前会场不是都那个装扮得很漂亮嘛，然后举办了以后是不是把它整个都拆掉毁掉就好了？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看也都是这个样子要点燃以前等到足水的点燃以后就做粪扫拢拖大掉，对不对？这个就是老子讲的这个现象那我们了解老子讲这个天地不仁，为什么天地不仁慈？把呢这个万物当成刍狗，就是呢我们呢这个春生夏长都使万物一直生生不息，一直生长得非常漂亮。可是呢，一到达秋天的时候秋杀之气那个秋杀之气，我们看到那个所有那一些事业都掉落下来，叶啊拢落了有无？变做孤枝对无？你看要雨水的时阵，安尼春天、夏天安尼很茂盛，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哇，再变孤枝，所以这个老子的意思他就讲说天地要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时候雕塑得非常漂亮，可是等到一秋天以后那个秋杀之气又把这一些万物又毁掉了，就是那个意思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有吃米嘛有吃切对吧？咱看到种那个切长无？所以我们要了解，假如说我们使那个五谷一直生长，卖有那个秋杀之气来让它成熟，让它芒花，让它结穗，让它成熟，那个对我们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让它直直大到去拄到天有用无？无路用对不？所以老子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它使它生长到一个时间，一定要秋杀之气促其成熟，安尼知影无？伊即马互伊大到一个程度互伊芒花，互伊结穗，迄个时阵就是爱秋杀之气伊才会成熟。成熟咱才有米通食，对无？才有迄个切通割，才有米通食。你看咱做的这茶，这茶你若较需要拢互伊直直生长，不要秋杀之气咱爱了解讲伊会消摊，
各位都了解嘛哈？那个木啊会变化，那个就是还没有成熟啦。啊，所以它使那个树啊生长以后啊，又有那个秋杀之气啊，促其成熟，就是会当坚硬。啊，坚硬那摕来做家具啊，它才不会变化，才袂摇摊。各位先生，摇摊讲伊安怎讲？变形啦我们用变形来说，可是没有摇摊要传神用摇摊要传神对吧？那看到迄个物件迄个摇摊啦，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用的那个木材还没有成熟，它还是很嫩，还没有熟啦，那个秋杀之气还不够，所以不能那个时候去采来用做家具不行的，那个会被人骂。买回去了以后，会去找那个收制造的人，跟他这个吵闹。你来做这一条摊呢？所以一定要等到那个成熟。所以我们了解地利之间它有一个生气，还有一个杀气。生气让它成长，杀气促成它成熟。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老子讲的他就是讲那个相反的那个意思啊，说不仁，其实就是他的大仁呐，大仁才能够万物对我们有用，就是因为有促其成熟，我们才可以有万物可以用。所以这个第一句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意思。讲相反的那个角度。那么底下接着圣人不仁，以百姓呢为刍狗。那个圣人他一样也是不仁慈，把百姓呢当成刍狗。为什么呢？因为要教导我们呢要守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不是那个圣人要教我们百姓这一些我们人应该要做的这个八德，我们生下来就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都具备圣人要教导我们要具备。那当我们遇到，所以有时候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会把命这个丧失掉。像那个尽忠，为国家尽忠去打仗的时候要不要为国家尽忠？为国家尽忠，然后去前线打仗，会不会死掉？那假如说这个圣人没有教导我们不要尽忠，以前都打跑，那我早都等这样就没有当人的资格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告诉我们，你为了要尽这个八德你会把命都丧失掉。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能够守住这个八德，所以人格才健全，才有顶天立地的资格，才有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圣人叫我们尽我们本分，我们去尽了。这个就没有亏欠了，不然我们虽然有人的身体假如说没有做到这个八德，那跟那个禽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禽兽各位先生，我们什么心？很可怜它，对不对？那我们以禽兽的本身他知道他可怜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没有去尽你的八德，那就跟禽兽是一样。那当禽兽的时候假如说有人的身体是禽兽的心态，那生不如死啦，就再还成一点意义也没有。话拢无意义拢假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
追求这个真理，要了解真理，要在真理之中生活，那个才是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圣人不能以百姓为持国，那个呢也是呢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能够尽到人应该尽的本分，所以虽然身体死了，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整个都长存了，跟天地融成一体，合同了，跟天地都相合相同。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价值所在，就是这个样子，不然呢，我们这个虽然身体存在了，可是呢，这个佛性都是很污垢。那请问各位浅显，我们这个佛性很污垢能够回归到本来吗？不能呢，它不能回归到本来你看我们这一个人生一失掉以后，是不是爱贵心？那会过什么身呢？我们会做的都不好的话，会转到什么身去那个就是三恶道的那个身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的就是要恢复佛性光明圆满光明圆满才可以恢复本来，恢复本位那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啦。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真理就是要勉励自己要顶天立地，然后培养浩然正气，使自己佛性都恢复光明。刚才呢，这上课之前这个讲师说上个礼拜我们台风假没有上课，那个美国道亲已经累积很多问题要问，所以说教或学这个把那个要问的时间留得多一点，所以我们就留半个小时来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到有疑必问，那个疑就是结怕改，打结了。我们没有把结解开修正不成，一定要使心中坦坦荡荡，心中都没有疑问，这样才可以急救。所以有疑就问。各位都不知道我们北部的那个浅显这个在讲课之中，因为人数不多了，大概都是20几个30个而已都马上有问题马上举手马上问因为我们这边人都怕这样会混乱所以才留着一个时间给大家问一定要踊跃踊跃问这样把心中的疑问都解开了以后没有那个疑问的就会很好修道，很坦然。好，请说。那个第一个问题若见缘起即是见法，若是见法即是见佛，这段话与有体必有性必现象这一段话意思是否一样？请刘讲师详细解说。好的。这个问完这个中肯，就是抓到问题所在。因为释迦牟尼佛都鼓励他的弟子说要研究衍生的道理。若见衍生因缘所产生，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所以都鼓励他的弟子一定要研究衍生的道理，因缘所产生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因缘所产生。我们要去研究那个因缘产生，不是已经落入现象的相而是因缘。什么因什么缘，然后产生了那个中间的构成去研究衍生的道理，这样了解意思吗？因缘所产生
有因有缘。像我们父母亲结婚了，父母亲的因缘，结婚以后，然后才把我们生下来，这个就是呢，父母亲结婚把我们生下来，这个中间的那过程，那个叫缘生要了解到说，一定呢有因有缘，那不会假如说我们跟父母亲没有结缘无迄个缘，咱就不会做一家人。所以要知道那个会做一家人的因缘，都有这个我们台湾话讲说修欠债所以孩子生下来一直赚钱，那个表示他要来还债。那孩子生下来一直用钱，钱一直用，那个要来讨债。各位有没有这个现象？都有。有一些呢，这个夫妻啊，这个生下孩子以后，家里做的事业很顺，一直赚钱，表示他要来还债了。那假如说生下来他身体不好，一直用钱，要找医生然后呢事业又不顺，那个就是要来讨债。所以会结成一家人，都是有因缘。那佛要我们去研究那个衍生的道理，因缘所产生就是要我们去了解所有现象的来源。现象是怎么来的？现象本身它没有现那个会促成那个现象际会那个过程没有形象那个没有形象的，你去研究延伸所以你已经研究了这个延伸的道理，知道了那个就叫见法。你见法知影无？看到这个法，看到这个方法，知道吗？所以这个要了解到这个不是说只有讲理论，而是它很实际，在我们生活之中呢，我们都可以遇到这个现象怎么样才产生，这个事情怎么样才产生，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去了解到它这一些会产生的来龙去脉，那个就叫因缘所产生见到这一些都是安那这安那，都是安那这安那，那个就叫见法。这样知道吗？是有一点点爱用心去了解咱那讲都因为伊安那因为伊安那因为伊态度真好啦所以伊就安尼看伊真介意就给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是了解那个要研究那个衍生因缘所产生那个都是那个过程都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这一些没有形象的过程促成在一起了以后形象就出来了我们去研究那个还没有呈现形象的时候，那个就叫见法。这样了解吗？为什么佛会讲说你见到法就是见到佛？因为这一些所有促成它会呈现形象，呈现事情都是没有形象这些都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象的本来。我们不是有讲万法皆空吗？空性即是佛性所以就是佛性在促成这一些因缘，这样知道吗？所以见法就已经见到佛了啦。你有了解不？了解了没？就是没有形象的佛性这一些因缘，然后才促成形象，促成事情事情呈现，它一定又不久又消失灭掉了。缘聚则生嘛，缘散就灭所以它灭了以后到哪里去又归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回来
所以见到法就见到佛，安尼有了解无？他从没有形象的时候啊，促成有形象，有形象以后，那个叫演技则生啦。你现在这个演技则生，它有生住意昧的变化，变化有个归于没有，散了就没有了，没有到哪里去啊？又是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所以那个叫做见完了以后就叫见，见法就叫见佛。见佛就是见到如来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后面他讲的时候，有性啊必现象，那个跟这个它有牵连。你有佛性了，然后呢，因为有我们有发心，或是我们有起心动念，一个是造业，一个是我们发愿，两个它都会现象。你有发愿也会现象，你有造业也会现象，所以有性必现象。这样有没有都解决了？前面有体必有用。好，有体，这个有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有体呢，它就产生作用了。所以跟我们今天讲那个道冲和用词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体的，然后有用，再完成呈现所有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整个呈现的，所以它的作用非常广泛，非常大，只是我们落入我们人的身体以后，我们的人的情绪就是没有好好的先加以这个认识跟管理，就变成我们会有自私自利。那假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自私自利都全部去掉，这个就叫修持啦，凑其类，把这一些自私自利这一些都去除掉，我们就会恢复整个那个佛性本体的那个它的功能作用回来，整个又回来。所以修持的话叫摄用，然后归体。那我们凡人是没有的，我们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发挥出来以后，去抓住那一些功能作用，一直在往那个虚幻的那个境在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所有一切，它就是都是在道体之中，只是发挥出来不同，它的功能作用全部不一样，可是呢，一回到佛性本体都是一个绝对体，都是一样的。所以佛因为证悟到它的绝对体没有分别的，所以就成佛了。那我们众生有分别。就成众生了，有我们的那个情绪，我们有自私自利的那个成分在，那我们呢修持就是要把这一些这个去掉，因为自私自利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透彻，不知道，不了解，然后呢我们自私自利害的是我们自己，要受苦那假如说不自私自利我们可以回本位，回归到本位以后就是像天地的白天夜夜，春夏秋冬，那么自然而然的发展，这个就是有体有用。还有吗？第二个问题，在我们平常的行住坐卧当中，我们的闻性都在，也一直都有听到周遭的一些声音。这样也算是修耳跟圆通所以各位浅显，这个修耳跟圆通第一个就是要对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认识，要启发，认识启发，那个才真正的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用得上。那假如说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的轮廓都还没有出来，那我们用耳根的话
那个是用第二个闻呐，就是听到声音以后啊，加入我们的心意识，这样了解吗？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加入我们心意识。比如说我们听到有一部机车，然后这个声音呐一过去以后，我们会说啊，这架这真久啊，弹弓啊，车咕咕噗噗噗叫，那个就是加入我们心意识啦。那假如说我们用闻性，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是那个知觉性听到的话能够听到就已经是了，不会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作耳跟圆通就是把佛性不局限在身上，要使佛性整个都跟空间融合，所以整个空间里面都有佛性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有认识佛性本体，这个空间我们有启发出来，叫做真空。那没有认识佛性本体这个空间你问一个社会人士，他没有修道，他会说这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叫完空那我们一修道以后会了解说，这个空间整个都是佛性，因为佛性如如不动，充塞整个虚空所以这个空间就叫真空，就叫妙有真空不空，妙有没有形象所以这个整个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就是在我们整个空间全部都有，所以才用那个照相机原理来跟各位讲，说我们有玩过那个相机的人都知道，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镜头不能晃动，你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一定要如如不动，这样然后影像才很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佛性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身都一直在动，那我们看到的景象都模糊不清那我们这个不管是生动的这么厉害，景象都很清晰，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它本体佛性本体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对所有景象都非常谦虚所以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不用像或者从基隆来不用从去带佛性来这里就有我的佛性还能知道不？等一下回去也不用带回去，基隆也有我的佛性还能知道不？所以整个空间就叫真空真空妙有就是佛性本体，它不生不灭的，很奥妙的，这个就是真那身体是假要还给天地的听有无真深爱了解不容易。好第三个问题，以前听有讲师说有一位叫做弥勒卢巴的，应该是弥勒卢巴弥勒卢巴对，他是从三恶道来转世的，修道的过程很辛苦，是否可请有讲师讲述他的因缘及修道的过程？他的名字是哪4个字？谢谢。那个有我们那个坊间就是我们社会只要去买有他的那个传记，就是他的用那个故事写出来的以前都是在那个车站那个公共场所再送给人弥勒卢巴，他的呢生的年代是在西元大概1100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是西元2010他是大概1105还是1150那个时代那个弥勒卢巴，因为他的那个修持过程他就是很忠厚老实，被人欺负得很厉害
后来他去学那个法术，杀很多人啊，用法术来人，抬足多人的，足多人结果他们整个村庄的人就是很怕看到他了，看到他会怕他被用那个法术杀死啊，所以他就讲说我怎么都变成魔鬼了，大家都怕我，所以他的时候就转换思想，说要去学那个修道，学比较好的，那个时候呢就转变他的那个观念。他转变观念以后就去拜一个马儿巴，拜一个师傅。那个师傅呢，就是一直要磨掉他的那个杀业，他杀死很多人那磨掉他的杀业那个过程就是我们人都很难忍受很难去忍受那一种那个过程然后呢，他修到成就以后人家说你是不是已经累世修，然后来成就的？他说不是，他是从三恶道来，那个是弥勒鲁巴自己本身讲的，按那个修持的过程呢，那个记载都蛮详细。我们去买也很便宜因为在那个车站呢，以前或许在那个台北西站，有一个那个赠送的三书赠送大概要几十本我看到我规个拢搞摸了，然后就分给我们道心看，那个外面很容易买到，那个弥勒鲁巴，各位有看过吗？没有那个外面应该，好。乐，我们那个老祖师那个乐。对，就是弥勒鲁巴，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那个修持的过程。大概我们最近这个一世修一世成的，给我们做榜样的最好的一个人，他的那个过程修道过程，足艰苦的硬啉咖，安尼无通食，拢去食野菜。吃那个就是外面能够那个找得到吃的那个野菜，然后吃到全身都变绿色的，全身都变绿色的。人家看到他以后说：“你是人还是鬼呀？”他说：“我是人呐。”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东西吃就变成这个样子他也这个修到会在天上飞小孩子都看到他在天上飞。他说这是在天上跟小孩子玩那个弥勒鲁巴可以买那个来看，那个比较详细。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概念。好，再下去。我们说玄关窍是灵性出入的门户正门。那请问灵性在我们身上的哪里？又说若玄关窍受伤，使人命极不保，此种说法有无不妥？因为之前有一个那个卖甘蔗的卖甘蔗还伫迄个算讲迄个大路旁边伫咧大路边咧卖甘蔗咧下甘蔗。下甘蔗算讲伊的钱吊伫个树都有一支迄个钉有一支那个钉子有一个那个骑机车不小心去撞到那一个咧下甘蔗迄个那一个人就是他的那个玄关刚好撞到那一根地钉都掉一级迄个
哦，迄个做啥？伊个家鸡啊，钱拢放喺家只内底啊，钓家鸡啊，迄支顶啊吼，都去吐到迄个玄关，啊，吐到玄关了吼，那个伤是很轻啊，干那一点点啊吼，玄关一点点啊流血，安尼就死去啦。所以从那个事啊，我们就了解到说，我们那个玄关还受伤不得，所以或许不讲这个事，为什么？因为怕我们有一天想不开的时候啊，你提起枪甲堵的就是啊，所以不讲。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那个玄关是佛性的出入门户啦。我们都会讲说眼睛啊是灵魂之窗，那灵魂门呢从来没有人讲啦。那我们求道才知道说原来有正门所以我们讲六道轮回啊，我们死掉的时候啊，眼睛假如说是睁开的，那就是天上飞的飞禽啦，你转世到天上飞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死掉以后啊，那个耳朵啊，安尼拢压较管，那下一世啊，一定当那个畜生道那个耳朵很大的。那假如说那个鼻孔睁开，那个死掉以后啊，鼻孔特别睁得很开，那个就表示化身啊。那嘴巴张开，死掉以后嘴巴张开，那就尸身了，水里面游的那个尸身。那假如说这个五官都很安详，肚脐啊最后冷，表示他从肚脐啊出去的，那下一次个做人道了。那假如说是从泥丸宫出去的话，他是天道了，这个叫做走道旁门。那我们从玄关就是为正门，正门出去就可以到达理天，到达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各位同学，我们为什么就是要求道那个点开呢？我们那个玄关窍，就是你修得再好，再明心见性，功夫做得再好，你没有点开啊，上天不承认，你还要再下个缘会啊，搁再修所以一定要点开一定也要求道，很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做没有我们亲朋好友没有求的，赶快要拐骗都要骗，把骗来求好像是说这个父母亲你跪着都要跪着要求他求道了，老天是那样说那我们现在假如说有一些晚辈啊，或是有一些比较平辈的想尽办法把他这个拉来求道，先打开玄关再说师父领进门的修行在个人，慢慢来没关系那假如说以后这个到涅槃的那没了我们台湾可能会比较早涅槃，因为这个有一点呢，大家拢不办了。以后要求道要坐飞机到外国去求，所以一定呢要求道，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要知道啊，说佛性呢是在哪里？各位同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在哪里？对啦，你看这么熟了，无所不在啦。那我们身体不急不离，不急就是不住啦，不离就是也没有离开啦。你知道不？不急不离。急就是住相，离就是完工，不住相也不完空。所以很奥妙啦。所以我写都讲不可思议啊，怎么来体会？不着有
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有没有？有啊，那已经早有了啊。不着嘞，还有吗？有些前写修正及不补，那个正是正确的正啊，就是正确正，修正及不补。他说应该是不正确的，因为真心佛性是不需要修正，若是修正，即是去向真如意识显，和头上那种道理一样，不是吗？只有修正，它这边正是有言字旁的正，正道的正，言字旁的根。修正正悟及启发我们的真心佛性才是正确的，对吗？那个修正及不无的那个正啊，就是言字边的正。他这边是写说没有言字边，就是那个不对了。对，修正及不无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落入凡尘沾了尘垢太多。那染污及不得是讲佛性本体啊。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就像虚空。我们拿虚空这个用那个五彩的颜色啊，你个安那个那个漆伊都袂掉啦，所以染污即不得，你无法度染了污啦。可是为什么我们修正即不污？因为我们落入凡尘啊，沾了太多的那个五颜六色，尘垢太多了。所以要修正，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没有这一些负面的脾气毛病。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啊？都有啦，拢就得嘛所以那个修正即不无，就是要把这一些佛性本来没有的我们把它呢去掉，佛性有的都让它恢复，这个叫做修正啊。你要讲要改你你袂那假如说我们坚持说佛性本身都不用修，那个叫狂慧，智慧发狂啊。佛性大家都有没错啊，可是你不修你就成不了佛啊。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就是因为沾了太多的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那这一些污垢啊，我们没有去掉它的话，它都依附在我们佛性啊，给咱掉掉。所以你看现在有足侪有一寡迄个有名鬼魂啊，拢会找看倒一个甲伊靠缘，好我就跟伊行，有没有？还蛮麻烦的嘞，麻不麻烦啊？会不会怕？所以要努力使佛性恢复光明。哇，超过时间了呢，留个下个礼拜问各位讲师，各位讲。谢谢三道天师德、老天仙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天贤给或者机会给讲。无差电。会能够像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可以通到无边的佛世界让那个目犍连去找说要传多远糟糕，我们这么一点点都传不到了。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圣人不仁以百姓为果，对不对？对。好。那么天地之间，其
有点头月，头月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风箱。各位有看过风箱吗？可能我们老一辈都看过，以前在那个打铁店，在吹那个那个炉火那个叫头月，一拉一推，一拉一推，不管是拉不管是推都有风啊。我们一般的只有面嘛推的时候还是气嘛拉的时候就没有，对不对？可是那个打铁店的它进来边不管是拉是推都有风出来，这全部都有风跑出来，那叫头月，那是边条子就，所以我们天地间就好像那个头月，这个一推拉一推一拉，那我们这个反应，一阴一阳，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都在生生不息，然后呢，春天的时候万物发生。然后呢，夏天呢生长，到秋天呢触其成熟，冬天呢冬藏，所以这个是一个往复循环，所以呢天地之间这样往复循环，然后我们又把合成的那一些稻谷又来春天呢又可以生长，这样天地之间呢。